好饿。警告警告！检测到宿主正在食用不可食用物体，智商低下行为，有损文曲星人设，强制制止。谁在说话？不管了，先吃一口再说。植树成精了，绑定成功。你是谁？我是才华换美食系统。你也想吃树皮？我不吃树皮，也不建议你吃，这是罗汉松，吃了会消化不良，严重会导致腹泻。在末世里，树皮可是高级货。宿主，你不想吃点好的吗？哼，哪有好的？我想吃炸鸡，想吃可乐，想吃红烧肉。给我。想要吗？要吃，只要给我肉，命都给你。新手任务开启，半刻钟内背诵咏鹅，奖励热气腾腾鲜肉大包一个。唉，不是红烧肉啊，包子也行，有肉就行。宁之田仗着前世记忆，张口就来，起初发音含糊，被系统扣分。他急得攥拳打气，仰头震天后完整手势，字正腔圆。任务通过，奖励发放。有人来了！这大肉包出现的太诡异，要是被便宜大娘看见，或者被下人看见，我会被当成妖怪烧掉的吧？系统，把包子塞回系统空间。取出食物概不退换，无法放回。唉，堂堂镇国公府的狄小姐，每天都在偷吃，莫不是后厨那些刁奴欺负她年幼，克扣她的吃食了？甜甜，你在吃什么？检测到观众入场，触发随机任务才华展示。任务要求再次背诵咏鹅，且情感必须充沛，需富有感染力。奖励双倍肉包加冰镇快乐水。甜甜，你娘哎，我闺女嗓门这么大。曲项向天歌，白毛浮绿水，红掌拨清波。判定通过，奖励发放，鲜肉大包乘2，快乐水乘1，已存入系统空间。我的老天奶啊！我4岁连三字经都背不利索，我4岁小女儿竟然会背诗，我宁家出文曲星了！别夸，我只想躲起来啃包子喝快乐水。夫人，之蝶会背诗了，4岁就能背咏鹅，绝世神童啊！甜甜平日里教他喊人都费劲，怎么会背诗？老爷莫不是听错了？我这耳朵灵着呢，方圆2里地的马蹄声我都听得清，还能听错闺女背诗？甜甜要是能再背一遍诗。曲项向天歌，白毛浮绿水，红掌拨清波。春桃，把肘子、八宝鸭、鲈鱼全都端上来，再加1碗蛋羹。慢些吃，慢些吃。老爷，莫非我们真的亏待孩子了？啊，不能够啊！后厨触发任务，亲手写下自己名字，奖励强身健体狮子头。想要。哎，闺女，你去哪儿啊？哈哈哈，无师自通认字写字，妥妥的天才呀！祖坟冒青烟了。任务完成，奶茶到账。宁之田急着啃狮子头，借口要独自如厕，支开了所有人。这个青石石锁可是有30斤啊！哈哈哈，天生神力！我闺女儿是文武双全的奇才，爹教你习武，日后当女将军。检测到宿主面临人生重大抉择，触发紧急任务，拒绝练武，坚持读书。奖励全糖冰镇珍珠奶茶。
活不习武，武夫粗鲁。我要读书，考状元。好，好，好，我儿要做大儒，不做武夫。任务完成，奶茶到账。我困了，我想睡觉了。好，好，好，睡觉，睡觉。出来！好。烧！爹，闺女儿醒了，爹给你找了好东西，这可是咱们家祖传的宝贝《孙子兵法》。不学。丁，触发随机任务，大声朗读《孙子兵法》第一段，奖励22两烤鸡腿2只，秘制蜂蜜味。闺女儿，来跟着爹念兵。宁之田抢过兵书，凭着前世记忆流利朗读全文。我就教了1个字，女儿竟然就通篇会读了！天哪，这是什么妖孽天赋啊！丁，判定通过，虽无情感，但胜在流利，奖励发放，已存入系统空间。来，闺女，我们继续下一本兵书。鸡腿到手，这破兵书谁爱看谁看。沈婉风风火火赶来，坚决反对女儿学杀伐兵书。夫妻俩为了家教方式争执不休，最后敲定高薪聘请名师，在家启蒙教学。可那些有名望的大儒纷纷拒绝，最终屡试不第的刘秀才入府授课。人之初，性本善，性相近，习而远。圣人教诲，须得凝神静气。丁，检测到宿主正在进行枯燥乏味的低效学习，触发任务，提问南柱先生，奖励草莓奶油蛋糕。夫子言性本善，为何荀子言性本恶？若本性向上，教化岂非多此一举？刘秀才瞬间僵住，支支吾吾无法作答。宁之田乘胜追击，引经据典，句句戳破刘秀才学识浅薄。庶子，朽木不可雕也。任务完成，草莓蛋糕到账。半日之间，镇国公府4岁小姐气跑教书先生的流言传遍京城，众人皆传宁之田顽劣跋扈，无人相信他是真的天赋卓绝。什么混世魔王，他肯定不如我。不过既然能把先生气成那样，说明那丫头有点意思，改天去会会她。想吃，权限不足。我想要。该商品为终极奖励，解锁条件，宿主需通过大宁朝最高级别的科举考试，取得第1名。太累了，能不能换个条件？比如背1000首诗。只有成为状元，才能拥有支配天下美食的权利。闺女，别听外面那些人瞎说，咱们不读书也没事儿。我要读书，我要考状元。啥？我4岁的闺女说要考状元？既然甜甜立志要考状元，那就不能在家里瞎混，送她去国子监启蒙馆。不行不行不行，那地方门槛高得吓人，还得参加入学考试，题目更是刁钻古怪，万一考不过，孩子心里得多难受。第一，主线任务开启，第1步，通过国子监入学考核，奖励豪华全家桶套餐。爹，我要去国子监。闺女，别听你娘的，那考试……孩子有这志气，我们应该支持。行行行，去。喂，你会写字吗？就来考国子监，别到时候连笔都拿不动，哭着找爹娘。别挡路，我要考试回家干饭。这丫头真不怕，这里可是国子监。第1场考试由严厉著称的李夫子监考，众人皆是抓耳挠腮，频频出错，唯有宁之田扫了一眼试卷后，立马举手：小娃娃，莫要捣乱，赶紧坐好。这卷子上的字，乃是老夫特意打乱顺序编排的，便是让那些蒙学3年的童役来认，也未必能认全。你才多大，能认得几个字？天地玄黄，蒙对了也不稀奇。宇宙洪荒，日月盈仄，辰宿列张，寒来暑往，秋收冬藏，闰余成岁，玉履调阳，云腾致雨，露结为霜，金生丽水，日出昆冈。
这怎么可能？夫子，我通过了吗？我娘说考过了有奖励，我还等着回家吃饭呢。这场考核你通过了。谢谢夫子，夫子再见。站住！后面还有一场算术考核。现实任务开启。实习速算满分，奖励流星知识塔。宁之田没用算盘，巴西时间全部答完，卷面工整，答案全对，更是一眼识破题目单位陷阱，直言出题漏洞。双甲满分，破格录取。夫子，国子管饭吗？要是管饭的话，我就再留一会儿；不管饭，我就回家了。不管。小气。好好的绝世神童，偏偏满心都是干饭。这国公府到底是怎么教孩子的？怪物啊！这么难的题，我爹来了都得算半天。闺女，考完了，怎么样？那帮老夫子有没有刁难你？那个夫子挺好的，就是有点笨。啊？怎么笨了？一道题都算不明白，还得我教他。这里面可是全天下读书人的圣地，夫子都是满腹经纶的大儒，竟被我家闺女说笨。国子监红榜公示，榜首宁之田3个大字，惊艳全城，朝野震动。快看啊，这就是您家那个4岁的丫头。听说他把李夫子都考服了。哎呀，过奖过奖。国公爷，你是怎么把孩子教得这么好的？也没怎么教，就是孩子自己争气。随我。哼，我这就把家里那几个不争气的小子揍一顿。唉，要是随你，这会儿估计连名字都不会写。完了，这堂课是王夫子。弟子规，圣人训，守孝教，次谨。日常签到功能开启。任务要求：宿主需在课堂上保持高度专注。奖励：黄金脆皮炸鸡腿乘3，冰镇快乐水乘1。这就是传说中的求知若渴。老夫教书于人几十载，还从未见过如此专注的眼神。早上吃香辣的会胃疼，干梅的酸甜的开胃，但是不够过瘾，还是孜然的最经典。再撒点辣椒面，再配上快乐水。嘿嘿。这一幕被王夫子看见了，误以为宁之田是把圣贤书当成了甘露，听得激动地吞咽口水，欣慰得越讲越兴奋，唾沫星子横飞。赵胖胖，夫子，你瞧瞧人家，坐姿端正，句句深思。再看你，终日昏昏欲睡，丞相大人都为你头疼。老头废话好多，我的鸡腿快凉了。下课了，太累了，这比在末世躲丧尸还累。是不是累着了？专注是好事，但也要注意劳结结合。夫子，我没事，就是饿了。饿着肚子还能听得这么认真，真是顶好的孩子啊！这是老夫那口子做的，你先垫垫。谢谢夫子。此女将来必成大器呀！上学真好，只要学习就能有炸鸡吃，这买卖划算。宁之田，你见过御膳房点心吗？这是宫里娘娘赏我爹的，你怕是闻都没闻过。听说镇国公府穷得啃树皮，十足饿死鬼投胎，丢人。触发随机任务，辩论的艺术，对这群熊孩子进行相围打击。奖励：薯片、辣条、巧克力大礼包。你要干嘛？难不成要打架？打架是莽夫所为，我读书人只讲理。这水晶糕是你凭功名战功换来的，是我爹的。拿着父辈功劳耀武扬威，你不羞愧？还有你，才5岁就已经胖得连脚尖都看不见了，连自身口腹都管束不住，谈何修身治国？至于你，说我是饿死鬼丢人，我靠听课背书换吃食，饿得坦坦荡荡，你们只会啃父母底，离开爹娘3日都活不下去。这就叫风骨啊！赵胖胖几个人彻底傻了，看着手里的点心，突然觉得有些烫手，纷纷低头，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。判定通过，对方羞愧指数爆表，奖励发放：高热量大礼包宠1，已存入系统空间。这些吃的是你们堕落的根源，我替你们一并都处理了。
我不入地狱，谁入地狱？老大，我悟了，我以后定当效仿老大，好好读书。宁家这位小姐有点邪门啊！闺女，累不累？有没有老夫子拿戒指吓唬你？有没有哪家的小兔崽子欺负你？放我下来，很多人看着呢。老大，这不是丞相家的独苗，出了名的小霸王吗？你喊谁老大？宁姐啊！闺女，你打他了？没错，我是读书人，以理服人。就这小胖子，那是能讲道理的主。以后请宁姐多多关照。好小子，有眼光，以后跟着我闺女，少不了你的好处。爹，我饿了。好，我也饿了，可家里等着我的只有水煮白菜。唉，你就是入学时双甲的宁之田，在我看来，不过就是有点小聪明。你说的对，你最厉害了。我不服！干嘛？想欺负老大？赵胖胖，这没你的事儿。下一堂是孙夫子的诗词课，我要与你比试飞花令，让全班同学的看看谁才是真正的才学第一。我不比，你赢了，第一是你的了。触发随机任务，才华的碰撞，飞花令连胜20轮，奖励13箱剥壳麻辣小龙虾3斤。那今日便由老夫来做个见证，2人轮流吟诗，接不上即为落败。明月出天山，苍茫云海间，长江绕郭知鱼美，好竹连山绝笋香。空山新雨后，天气晚来秋。新金九黄天下无，色如鹅黄3尺余。轮番对答10几轮，林子轩句句山水风月，宁之田句句美食诗句。怎么感觉哪里不对劲？你能不能别背吃的了？我们是在飞花令，不是报菜名。古人都爱吃，诗里有吃的，怪我？你要是不行了，就认输。曹操切切错杂谈，大珠小珠落玉盘。纤手搓来玉色云，碧油煎出嫩黄参。好一个碧油煎出嫩黄参，妙哉呀！林子轩还想再接，可是脑子里全是那张油汪汪金灿灿的煎饼，越想越饿，越饿越想不起别的诗。我输了。任务完成，剥壳小龙虾已存入空间。小龙虾到手啦！夫子，我脑袋晕晕的，想去休息一下。去吧，这等才思确实耗费心神，去休息吧。看见没？以后谁再说老大只会吃，我就跟谁急。人家吃都能吃出诗词意境。系统回收。龙虾真好吃。今日我们要临摹的便是这《兰亭序》。这种飘逸的字体看着好费劲啊。我3岁握笔，每日悬腕2个时辰。这宁之田就算再聪明，难道还能在娘胎里练字而成？要是能换成菜单就好了。诗词输了那是意外，书法可是童子功，这局我赢定了。不必求全，只需写出前3行，得其神韵1、2即可。触发随机任务，墨香换肉香。宿主作为全场最靓的仔，区3行怎么够？必须临摹《兰亭序》全篇。奖励炭烤内蒙羔羊排1份，孜然辣椒面加2把，外焦里嫩，滋滋冒油。老大这是又饿了，不是才刚吃过饭吗？你这是在写字还是在杀猪？果然是个只会吃的草包。下笔要轻灵，要有提按顿挫。不行，这样下去羊排要飞了，我必须学会控制。这一次，宁之田的笔尖如有神助，飞速默写全篇，自己风骨凌厉。天纵奇才，此乃天纵奇才啊！把笔写断了，这是多大的手劲？老大，你这是跟笔有仇啊？任务完成，评价字如其人，霸道铁贪吃。夫子，这笔质量不行，太脆了，下次能不能换个结实点的？乐安公主驾到！那个谁，起来，本公主要坐你的位置。
你是聋子吗？来人，把这桌上的破烂玩意儿都给我扔出去！这是我的位子，普天之下莫非王土。这国子监也是父皇的，给我扔！丁，触发紧急任务，领地保卫任务，引经据典驳斥公主，奖励鲜肉小馄饨1碗，虾皮紫菜汤底。慢着，《礼记》有云：不学礼，无以立。长幼有序，先来后到，此乃3岁小儿皆知之理。我比你先入国子监，此为长；我比你先坐此位，此为先。乐安愣住了，他才5岁，字都不认识几个，哪里听得懂这些文绉绉的大道理？只觉脑瓜子嗡嗡的。但这还没完，为了吃的，宁之田的输出根本停不下来。你身为皇室贵友，受天下供养，不行教化之责，反行强盗之事，这就是皇家的体统吗？宁之田，你敢忤逆我？你信不信我让你在国子监待不下去？公主殿下，国子监是教书育诗之地，不是仗势欺人的地方。这书还没读，脸先丢尽了。你大胆，给我把他的嘴缝起来！公主，使不得呀！此女句句合乎圣道，动手便是坐实欺凌学子，御史言官会弹劾皇室的。弹劾就弹劾呗。不可！公主近日若是真动了手，老臣就一头撞死在这珠子上，以谢天下。啊，我就是想抢个座位，怎么就闹到要死要活的地步了？还要扔吗？你们都欺负我，我不读了，我要回宫，我要告诉父皇。丁，任务完成，奖励已存入系统空间。小小年纪竟有如此风骨，面对皇权不折腰，这是读书人的脊梁啊！公主殿下，学堂有学堂的规矩，既然来了国子监，便指学生。宁之田并未做错，连师傅都帮那个臭丫头说话。那我坐哪儿？那边还有个空位。好，我就坐那儿。宁之田是吧？本公主记住你了。哦，记住就好，别再抢我桌子。太牛了，连公主都能骂哭，这大腿必须抱紧了。虾皮馄饨，等我，这梁子结大了。今有赤兔同笼，上有35头，下有94足。问赤兔各起席。兔子为什么要和雉关在一起？他们不会打架吗？刚才太傅身边的随从悄悄传话给乐安，这次随堂小测的成绩是要呈给太后的。要是考砸了，祖母又要念叨了。真自在啊，好羡慕。这臭丫头不仅不怕夫子，还能在眼皮子底下偷吃。关键是顾师傅明明看见了，却装作没看见。我好废物。丁，检测到某位皇室成员正处于极度焦虑中，触发随机任务，帮助其摆脱学渣的困境。任务奖励：大杯波霸奶茶乘1。你看什么？你想考多少分？至少得是个乙吧。成交。给解题思路。我看不懂。这杯奶茶看来不好赚。下课别走，午休时间，我在后院那棵老槐树下等你。噗，想明白了吗？想不明白，为什么要把鸡和兔关在一起？还有，我们要算的不是数吗？为什么要腿？为了奶茶，忍了。把鸡和兔忘掉，现在我们来玩个分糕点的游戏。糕点？什么馅儿的？别管馅儿。假设现在太后赏了94块糕点，你有35个宫女，1等宫女每人能分4块，2等宫女每人能分2块。问1等宫女有几个？2等宫女有几个？只要是吃的，或者是宫里的赏赐，乐安的脑子就转得飞快。这可是关乎他面子和待遇的大事。1等宫女12个，2等宫女23个。把1等宫女换成兔子，2等宫女换成鸡。这题会解了吗？原来算学这么简单，这就会了。老大，你这招绝了！常规操作，只要和吃有关，没有解不开的题。下午算学小测，乐安不仅答完了所有的题目，还拿到了1等的成绩。顾夫子宣读成绩时，满脸的惊喜。太阳打西边出来了，公主殿下居然拿了1等，高人啊，还是深藏功于名的隐士啊！给，这是拜师礼，以后你教我算学，我罩着你。咬不动，不要。这可是西域进贡的赤金镯子，宫里的娘娘求都求不来，居然被嫌弃了。那你要什么？听说宫里有个御厨，
最擅长做芙蓉糕，想让我教你拿吃的来换，1盒点心换1道题，童叟无欺。吃的，我宫里每天都吃不完，要倒掉一大堆，这买卖简直太划算了，成交。叮，任务完成。评价：独特的教学方式，直击灵魂的沟通，奖励已存入系统空间。公然讨要吃的，简直是有辱斯文。堂堂读书人，竟然用这种旁门左道去讨好权贵。等会儿的精益课，我会让你知道什么才是真正的才华。哼！这种颜色的梨，汁水肯定很足。这就是千古传痛的孔融让梨的故事。如今这一大一小2个梨摆在你们面前，若让你们来选，你们会选哪个？回夫子，学生选小的。为何？孔融让梨乃是替道，兄兄年长，身体壮硕，理应吃大的。我是幼弟，食量小，理应吃小的。兄有弟恭，这是圣人教诲，学生不敢忘。子轩小年纪便深明大义，难得。还有谁要说说吗？叮，触发课堂随机任务，真理辩论。任务要求，宿主需打破常规，给出不一样的解析观点，但逻辑要充分。奖励500毫升鲜榨冰糖雪梨汁。夫子，织田，你说。我选大的。宁织田，你也太自私了吧！孔融4岁都知道让梨，你都4岁半了，还要抢大的吃，真是朽木不可雕。说出你的理由，不然今日这手板是免不了了。我有3个理由。还有3个。第一，我正在长身体，只有吃得多才有力气保护家人，保护我想保护的人。若是我现在为了个虚名把自己饿瘦了，将来真的遇到危险，难道要靠小梨砸坏人吗？这理由听着俗，但好像没毛病。第二，我不想撒谎。夫子教过我们做人要诚实，我明明就想吃那个大的，要是选了小的，那就是口是心非，是虚伪。孔融让梨是因为他真的想让，而不是被逼着让。我要是装模作样拿了小的，回家肯定会越想越气，指不定还要偷偷哭鼻子，那样一点都不快乐。对，太对了，我每次被母后逼着让这让道时可憋屈了。真诚比那些满嘴仁义道德，其实一肚子坏水的伪君子强多了。第三，就算我拿了那个小的，我家里人也会把那个大的抢过来硬塞给我。我要是执意要小的，他们会觉得我受委屈了，到时候推来推去，说不定把梨都给摔烂了。既然结果都是我吃大的，那我为什么不直接拿起来吃掉？这样大家都开心，梨也不用遭罪。说不定把梨都给摔烂了，无法反驳。哈哈哈哈！好一个想吃大的，好一个不想虚伪，好一个梨不用遭罪。虽然离经叛道，但这理通透，率真。宁织田说的对，礼让发自内心才叫礼。若是为了博名声而让，那是做戏。来，宁织田，这个理你了。谢谢夫子。叮，任务完成，不仅说服了夫子，还顺带打击了林子轩的虚伪面具。奖励发放，已存入系统空间。双倍快乐！这太气人了，不就是个贪吃鬼吗？怎么到了夫子嘴里就成了率真可爱了？这世道还有天理吗？云对雨，雪对风，晚照对晴空。来一份大肉粗，晚饭吃什么？唉，中午离止解渴，根本不顶饿。胜率重在音韵对战，死背无用。今日来对字助兴。我乃京城神徒，祭酒之孙，岂能输给满脑子吃食的宁织田？夫子，基础对子太过浅显，学生想与宁同窗切磋，听闻他见解独到，不知敢不敢接我一连？老大，他摆明没安好心，想跟我比，输了有吃的彩头吗？你若输，日后见我须尊称师兄。没时不比，纯浪费时间。若是赢了，老夫做主，许你明日午膳多加一道荤菜。出题。果真是饭口。清风舞细柳，好剧。这可是我昨夜苦思的僵句，宁织田肯定答不出来。清风细柳能吃吗？没劲，随便对一句吧。叮，对战任务触发，烟火气对对子，回击风雅上联，奖励半只脆皮烤鸭，配荷叶饼，甜面酱葱丝黄瓜，炭火烤肥羊。
你俗不可耐！我上联是春日风雅美景，你竟是市井吃食，细柳与肥羊如何对仗？一、清风凉，炭火热，冷讷阴阳相对。二、无、烤皆是动词，一动柳枝，一烹羊肉。三、细对肥，柳阳皆名词，子姓平仄全合。细柳养眼，肥羊饱腹，民以食为天。难道风雅比腹部天大？夫子，他强词夺理，您快评理。大俗亦是大雅，此行平仄工整，两边画面感各有千秋，此局平手。罢了，额外赏你1只鸡腿。任务完成。心理素质也太差了，鸡腿只是附赠，炒鸭才是重头戏。哎，林兄，你看那柳叶像不像葱丝？这不是乐安公主的座驾吗？这是要干什么？难道公主要在国子监宴请宾客？也没听说今天是什么节日啊？打开。昨日说好一题1盒点心，这有8盒，够你教我8道算学。味道不错，这份学费我收下。那个老大，这么多你也吃不完吧？要不小弟帮你分担一点儿？这是我给宁之田的树勋，用来学算学的，你别惦记。想吃就让你爹进宫找我父皇要去。老大，这是血汗钱，不能分。教笨蛋公主可是很累的。圣人学堂乌烟瘴气，满身铜臭。宁同川，此处是读书之地，不是食铺。君子谋道不谋食，你拿学识换吃食，丢尽读书人脸面。孔子授徒尚且收腊肉做束修，我收点心效仿圣人，何来丢脸一说？你强词夺理！拿着，别理这酸羞菜，吃饱才能算题。护食狂魔主动分吃的给我，这是把我当自己人了。真香，有些人想吃都没有。今日静物临摹，1画形，2画神，限时1炷香，开始作画。看得见吃不着，纯纯折磨人啊！老大，你看我画的黑葡萄像不像？这是煤球，这是葡萄啊，紫的发黑那种，看着好没食欲。丁，触发绘画任务，画出食物的灵魂，请宿主画出这些水果最诱人的状态。奖励：冰镇果肉水果千层蛋糕。最诱人的状态，那肯定不是摆在那儿装样子的状态。构图沉稳，还原度极高，基本功扎实。这次是我赢了。线条不够老练，用墨也不够讲究，但是真是馋人啊！这被咬了一口的苹果，看着就脆生生的，仿佛能听见咔嚓一声脆响。这葡萄更是水灵的，让人想直接上手捏一颗放嘴里，甚至旁边还画了几滴溅出来的汁水，看着就甜。宁同窗，夫子让我们临摹静物，讲究的是完整，是美感。你看看你画的，残缺不全，汁水横流，脏兮兮的，这哪里是画画，分明是把吃剩下的果核画上去了，简直是有辱斯文，毫无美感可言。好像是有点想吃。老大，这葡萄看着比真的还甜。水果长出来是为了什么？是为了挂在树上看吗？那是灯笼。水果存在的意义就是被人吃掉，只有被咬开的那一瞬间，它的甜味，它的灵魂才真正释放出来。完整的水果只是摆设，被吃掉的水果才完成了它的使命，这是水果的最高荣耀。你这是诡辩，画道讲究的是意境，是留白。你这一心只想吃，哪里有什么意境？好了，不必争辩了。画画最重感染力，宁之田的画能让观者心生食欲，这便是顶尖意境。此画评为甲等，当场公示。老夫看画都饿了，今日提前下课，全员前往膳堂用饭。我也饿了，吃饭。一副残羹冷炙的东西居然是甲等，我那副完美的临摹却只得了个不错，这国子监还有没有天理了？丁，任务完成，水果千层蛋糕已存入系统空间。
今日考核投壶，每人10剑，5步距离，胜者迎舅舅亲笔折扇一把。切，一把破扇子，不能吃，不能喝，又不能扇风，还要供着，还不如樊楼烤鸭实在。林子轩，你先来，给他们打个样。轩哥哥好厉害的样子，看着就像是个高手。哇，救魂！子轩不错，基本功扎实。本该10发全中的，可最后一剑手滑失误了，还是定力不够啊。没中就是没中，装什么？宁之田，到你了。老大，醒醒，喊你呢。开饭了吗？到你投壶了。这玩意儿有什么好玩的？叮，检测到宿主处于极度饥饿状态，触发随机任务，精准投喂，要求投箭入壶，奖励超多木鱼花现烤章鱼小丸子。太浮躁，手腕要稳，眼睛要盯着壶口，不要发呆。投壶讲究的是，他这算什么？看都不看投壶就跟扔垃圾似的。偏偏还都进了。你刚才第一剑明明偏得离谱，后面为什么突然投那么快？这不合常理。你是不是用了什么障眼法？第一剑试探风向，后面不敢慢，剑放久了会凉啊？凉？剑怎么会凉？反正我投完了，教头，我是不是赢了？我和你都是9中，顶多算平局，且你姿势粗鄙，有辱斯文。行吧，那折扇给你，我不稀罕。我明明赢了奖品，为什么感觉像输了一样？不就是考个礼吗？这阵仗也太吓人了！不仅灵气组亲自坐镇，竟然还有礼部的官员。第一位，林子轩。公子行行好，我3天没吃饭了。莫要惊慌，这点银两拿去买些热食。圣人云：老吾老以及人之老，这是学生的一点心意。中规中矩，不错。虽有嫌弃之意，但礼数周全。学着点，这叫标准答案。下一位，宁之田。饿呀，小小姐，赏口饭吃吧，这日子没法过了。他怎么不动？肯定是跟其他女学生一样被吓着了。我猜他肯定是在想掏多少银子施舍给乞丐。触发场景任务，人之本意，任务目标以自身方式解决乞丐困境，奖励田家福豪华关东煮1份。这时候画画有什么用？人家要的是饭。给，这是啥？吃饭攻略啊？这是樊楼，记住别走正门会被赶，要去后巷那个倒干戈里的小门。每天喂食3克，也就是刚过了饭找那会儿。整鸡，还有卖相不好的点心，都会在那时候处理。那里帮厨王大娘心软，你只要那个点去，哪怕不给整菜，给2个大白馒头也是有的。哇，好厉害！这业务也太熟练了吧？这真的是镇国公府千金该知道的事吗？这是西市的刘家包子铺，早上辰时收摊，那些蒸破了皮的包子，掌柜的半文钱一个卖。你若是没钱，就帮他搬2袋面粉，他管饱。我要是给你钱，你这身板出了这门就被别的乞丐抢了。我要是给你玉佩，你去当铺会被人说是偷的，直接打断腿。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。现场一片寂静，连风吹树叶的声音都能听得见。张教习攥着图纸，双手微抖。好一个授人以渔，妙哉妙哉！这是否有些不雅？怎么能让灾民去吃剩饭？迂腐！对于快饿死的人来说，尊严能当饭吃吗？给钱只是一时之善，给他一条活路，告诉他哪里能凭本事或者运气弄到饭，这才是大善。这孩子看得透啊，体恤民情，远超高高在上假意施舍。判定通过，获得临济酒及礼部官员高度认可，奖励发放。哼，我的圣人教诲竟比不上一张剩饭攻略。国子监阅卷房的桌子上，孤零零放着一份月考试卷，通篇皆是烹饪之法，治国论煎鱼，修身论洗菜，简直有辱斯文。你们懂什么？能把治国之道讲得连厨子都能听懂，这就叫深入浅出，这才是大才。
你们那些知乎者也救不了黄河大堤，但他那几口大锅却能算出来。放肆！为了一个4岁的孩子，成何体统？祭酒大人，您来评评理，这宁之田的卷子到底该给甲还是给丁？林祭酒拿起宁之田的《治大国如烹小鲜》的论述试卷看了良久。话糙理不糙，给甲。既然大家都无异议，老夫提议明年陆科考试为宁之田破格报名。万万不可！陆科是乡试前置资格考，参考者皆是苦读10来的成年剑生，从未有4岁奶娃参与。是也是也，甘罗12能拜相，4岁考陆科有何稀奇？老顾，他的算学如何？好得很，就算把户部的账本扔给他，他也能算得分毫不差。刘教头那边我也问过了，射艺满分，能把靶子射穿的孩子，还需要在启蒙馆里扔沙包吗？可是陆科要考经义、策论、律法、实务，他4书尚且未认全，岂能应试？能画出这盛范地图的人，心里装着民生。至于经义没背全，咱们这儿这么多大儒，轮流给他开小灶，填鸭式也好，硬塞也罢，总能塞进去。爹，我要吃烤乳猪。吃，买2只，1只吃肉，1只看着玩。老爷，您太惯着他了，何必大肆庆祝？万一考砸，我闺女随我，天资卓绝，必是优等。就算考得不好，也是考题偏颇，凭啥不让我闺女吃肉？爹说的对。为学当以修身为本，心正则身正，身正则天下平。备，知止而后有定。知止而后有饭。有定。要是你这次考了丁等，我就让你知道什么是竹笋炒肉的味道。完了，公子，这次榜首肯定非你莫属。低调。宁之田怎么没来？想来是知道自己不行，不敢来丢人现眼了。毕竟这月考是正经考试，不是靠吃就能混过去的。那是。4门全甲，榜首宁之田。那个上课偷懒、下课贪吃的小丫头，竟碾压我拔得头筹。这冥府的小天姐还真是不会事。让让，都让让！闺女，醒醒，睁眼看，这是啥？检测到宿主本次月考成绩总榜第1，触发额外奖励，至尊版顶级佛跳墙1坛，已存入系统空间。好耶！既然大家都在，为了庆祝我家织田拿下这劳狮子第1，从今天起，樊楼老子包场3天，不管是谁，只要是国子监的，进去随便吃，记我镇国公府账上。王公爷大气。随便吃，樊楼可是京城第1楼啊！樊楼，老大真的随便吃，挑贵的吃。老大的爹爹好有格局啊，羡慕。太荒谬了！肃静。鉴于此次月考情况特殊，尤其是某位学者表现惊人，国子监决定3日后举办首届亲师会，所有学子的家长皆需到场，共论因材施教之法。还有一件重要事情要在会上宣布，要请家长。完了，我这次才考了1等，1等不错了。我算学直接是个丁，这哪是亲师会，这是索命会啊！老大，救我！我爹要是来了，我就见不到明天的太阳了。发布10件任务，请宿主务必让父亲宁远在亲师会上成为全场最让人羡慕的仔爹。任务奖励：特级和牛火锅套餐1份。老大，这种生死关头，你居然对着我流口水！胖胖，自求多福吧，我有更重要的事要做。完了，连老大都放弃我了。我闺女随我。爹，回家咱们得练练。啊？练啥？练怎么说话。明天我要让你横着出国子监。横着出？不适合吧？爹还没活够啊。哦，说错，是横着走出国子监。爹，
你现在试着夸我一句。我闺女天下第一，谁不服老子砍了她。错，太粗俗，这是土匪发言，不是状元爹的气度。那咋说？你就叹气说，其实也就一般般。这孩子平时都不看书，天天就知道吃，我也愁啊。没想到随手一考就拿了4个甲，你说这让我们做家长的多难办，想批评都没地儿下嘴。这话听着怎么这么欠揍呢？但仔细一琢磨，还挺爽，妙啊！记住了吗？明天别人要是夸我，你就叹气。嘿嘿嘿，懂了懂了。既然要出风头，那这行头就不能输。这是我前些日子特意让人赶制的古代亲子装啊。好，就穿这个。明天往那儿一站，不用说话都能把赵老头气个半死。赵老头是胖胖他爹吗？不知道赵胖胖还活着吗？爹，我要是走了，把我那罐存了半年的私房钱给我老大，还有我藏在床底下的半块烧饼。逆子！这个时候了还惦记着吃，你看看人家宁家的闺女，4岁4个甲，你呢？老大那脑子是人脑子吗？那是神仙脑子，我这装着江湖的凡人脑子能比吗？你最好祈祷明天别让我看见宁大傻子，否则他要是敢嘲笑我一句，回来我就让你屁股开花。完了，明天不仅要开花，估计得结果了。哼，打扮的花里胡哨，终究是武夫做派。赵丞相见笑了，没办法，孩子非要这么穿。这孩子啊，就是主意大，考个试也是随随便便就拿了4个甲。我听说令郎每日挑灯夜读，悬梁刺股，那才是做学问的样子。唉，不像我家这个，天天就知道吃。我就琢磨着，这次考试哪怕拿个丙，我也就烧高香了。哎，谁成想监考夫子愣是给判了4个甲。这是人话吗？你说这国子监的判卷是不是也太随意了些，根本没体现出努力的重要性吗？哎，这郑国公的话怎么听着怪怪的？傻子，他在嘲讽我们呢。你太爽了，比在战场上砍翻10个敌将还爽。任务完成，评价不仅让父亲出尽了风头，还对他的死对头造成了精神暴击，奖励已存入系统空间。本次月考优劣分明，对于成绩不佳的学子，夫子们会有针对性的补救措施。只要不劝退，怎么补救都行。除此之外，关于此次月考榜首宁之田，鉴于宁之田天赋异禀，现有启蒙课程已然配不上其天资，经众父子商议，专为他一人单独开课，备战明年4月陆科考试。不行，我闺女才4岁，陆科是成年监生的乡试资格考，难度极高，太伤身心，太欺负孩子了，我不同意。郑国公稍安勿躁，非常之人行非常之事。宁之田在算学射艺上的造诣皆是顶尖，至于经义策论，我们几个老骨头已经商量好了，我们轮流给之田开小灶，半年时间足够了。国子院几位大儒轮流开小灶，这是当朝太子都不一定有的待遇啊！这就是命吗？我儿子连个乙等都考得费劲，人家闺女已经被当成状元苗子在培养了。不行，我不同意。这么小的孩子，正是长身体的时候，天天关在屋子里读书，累坏了怎么办？主线任务第2部科举之路阶段性超级任务，挑战陆科，以4岁之龄征战科举，改写历史，奖励御制红烧那什么掌。我不，我要考。闺女，那是陆科，是要关小黑屋的，咱不缺那个功名，爹养你一辈子都行。爹，这种为家族争光的机会，我怎么能错过？明明只有4岁，就已经不怕苦不怕累了。好，既然闺女有这志气，当爹的哪能拖后腿？考，必须考！不是，这变脸也太快了吧？刚才不是还坚决反对吗？祭酒老头，不是要开小灶吗？锅呢？火呢？食材呢？唉，小灶是指专属授课，非做饭。今日第1课，格物致知，辨识后山草木万物。出发支线任务，寻找10种可食用野菜，奖励皮薄馅大荠菜猪肉野菜团子。
哎，慢点跑，山里有蛇虫，小心受伤。蛇在哪儿？肉质紧不紧？能红烧还是烧烤？哇，没开花的荠菜包饺子一绝。这榆树皮磨粉能应急做面。灰灰菜，医书说它有毒，纯属瞎说，那是没煮透，熟透后的口感像菠菜。刺子菜不仅能止血，焯水凉拌加点蒜泥醋汁，特别下饭。国公府千金竟通晓山野食材，熟知物性，甚至敢于纠正古籍误区，格物天赋远超常人啊！大葱，这品相炒鸡蛋香迷糊了。你打我干嘛？这可是老夫养了3年的极品变异素心兰，险些就被你糟蹋了。切，中看不中吃，再好看也没用。兰花藏君子风骨，修身养性，岂容口舌亵渎？再乱把草木。任务超额完成，奖励已到账。什么味道？翻那个什么树梢。这荒山野岭的，他哪来的团子？还冒着热气。罢了，这孩子身上古怪的事多了去了，不差这一件。明天还来吗？明天换王夫子教经义，无需进山，但特训暂时停止。陛下听闻你4岁全科甲等的神童之名，特下口谕，召你随驾秋猎。别转了，再转地儿都要被你磨平了。御前秋猎呀，我的活宝闺女，万一当着陛下的面问御马能不能红烧，猎鹿能不能焖锅，咱们全家直接打包去大理寺喝茶。甜甜虽然贪吃，但心里有数。再说了，陛下点名要见，躲也躲不过去的。耶，林季季秋说那是去打猎。是随驾秋猎，规矩多着呢。触发户外认知任务，请宿主前往大自然，识别20种可食用动植物。任务奖励：赠送北京烤鸭1整套。耶，我必须去！出门开阔眼界，精进学识。唉，想去可以，先练好骑马，不能让旁人笑话我镇国公的闺女。她以后就是你的专属坐骑，起个名字吧。叫棉花糖，又白又软。抓紧缰绳，腰挺直，腿夹紧。爹，我要练那种，就是那种一边跑一边还能腾出手拿东西吃的骑术。那叫骑射，那是为了在马上开弓放箭。对，但我把弓换成烧饼，道理是一样的，只有手稳，吃东西才不会掉渣。你说他说的不对吧？但逻辑居然是通的。这骑术练的倒是极快，但这动力怎么就那么不正经呢？那是宁家的丫头。回陛下，正是镇国公家那位考了榜首的千金。有点意思，这么小的孩子骑术倒是挺稳，就是这吃相随了宁远那大老粗。检测到目标野鸡，检测到目标榛子树。胖胖，你看那个。老大，那是大雁，那是犀鸟，不能乱指。不，那叫烤大雁，要刷蜂蜜，皮才脆。哼，粗俗。那是征蓬出汉塞，归雁入胡天。胖胖看，麻辣兔头，那边的树林里肯定有野猪，这是红烧肉的原材料。还有那个灰色的那个，那是斑鸠，用来煲汤醉。我明明早上吃了早饭的。都怪这丫头，怎么什么东西被她一说都那么好吃的样子？认知任务超额完成，奖励已存入系统空间。等营壮扎好，我就要找个地方偷偷开荤。进入狩猎区域，触发实战任务，请宿主摒弃蛮力，智取猎物，利用算学抛物线速度预判完成狩猎。任务奖励：秘制麻辣兔头1盒。系统属实离谱，打猎还要考算术。喂，别往里走了，再往前就是禁军警戒线，太危险了。嘘。不过一只野兔，何必废置？目标：野生灰兔，距离35步，风向3级西北风。修正方案：左偏2寸，仰角5度。定落点：风阻为变量，重力为常量。打猎就打猎，装模作样念什么歪理？走你！哼，你这都偏了。中了！老大威武！老大好厉害！这兔子比咱家厨房买的还肥。刚才那泥丸明明是往左边偏着打的，怎么最后会拐个弯打中兔子？万物皆可计算，风有阻力，物有轨迹。算学从不是纸上谈兵，是天地万物的真理。你的算学还差得远。哼，不过是运气好罢了。任务完成。比起御厨的平庸菜式，系统的美食才是真美味。走，回
回去，晚上给你们加餐。毫无限，风阻变量，这等说辞朕闻所未闻。还有他的眼力与算力，绝非4岁孩童能及。国子监当真捡到了宝，许是孩童随口瞎编的运气之说，绝非运气。走吧，回去赴宴。不知今晚御膳房准备了什么？若是还像中午那样无味，朕就要发落人了。少饮些，吃些菜。检测到关键 NPC 永平帝食欲不振，心情低落。触发任务：独乐乐不如众乐乐，将专属烤鸭分享给帝王，奖励冰镇秘制酸梅汤1桶。我的烤鸭凭啥分给坐拥天下不缺吃食的皇帝？唉。大叔，你的肉不好吃，尝尝我的。你叫朕什么？大叔啊，我看你挑食，特意分你好吃的，快吃。绝味，京城名楼也难及此味。还有吗？没了，限量款，不随便送人。哎，我闺女呢？陛下恕罪，小女年幼无知，若有冲撞，臣甘愿领罚。宁爱卿，你这闺女养得好啊，品鉴美食的能耐，把朕的御膳房都比下去了。朕不能白吃你东西，这个给你，当做饭钱。这可是陛下随身佩戴的暖玉，价值连城，就换了一个卷饼。谢谢大叔，大叔爽快。行了，宁爱卿平身吧。这丫头到底给陛下吃了什么灵丹妙药啊？任务完成。闺女，你给陛下吃了什么？日后陛下若是再索要，该如何是好？限量绝版，吃完就没了，没得续。宁之田、赵胖胖、林子轩，听说你们3个随下秋猎风光得很啊！既然去了围场长了见识，那就每人写一篇秋猎记，半个时辰后交卷。写不出来，或者写的言之无物，手板伺候。天了，这是什么特供待遇？只有我们3个要写。触发写作任务：撰写沉浸式秋猎随笔，尽显真情实感。奖励：爆浆芒果雪媚娘1盒。林子轩，文章辞藻华丽，但太端着了，缺了点人气。乙等，磨蹭什么？快给我！好多人，好多马，好多肉，但我都没吃着，想回家。你，这就是你的真情实感？真的很想回家吗？那肉都烤焦了。平等，把千字文抄10遍。哼！宁之田，把你的文章拿上来。哟，还有画，这画有点意思。文章题目《秋日寻味记》，秋风起，草木黄，野径多奇香忽闻。妙啊！这哪里是写秋猎，这分明是写进了秋日的烟火气。老夫看的都饿了。虽无华丽辞藻，却字字多是生活，是成、甲等。我不明白，为什么写个吃栗子吃兔子就能被夸成这样？另外，这幅画吴夫子拿去裱起来。这张桌子往左边挪挪，那盆红珊瑚摆正点。今日是你5岁生辰，府里要来不少贵客。你是镇国公府的嫡长女，代表的是咱们家的脸面。若是被人看到你偷吃糖，还要不要仪态了？可是没有可是。哎呦，这是谁家的小乖乖啊？快放下，别把他衣服弄皱了。闺女，今儿高兴不？高兴，刚才路过厨房，闻到了蒸羊羔的味道。老爷，丞相府派人送帖子来了。赵老头，他不是向来跟我不对付吗？以前这种场合，他顶多派个管事来送礼，什么时候这么郑重的递拜帖了？爹，你忙着，我去厨房看看。王婶今天要给我蒸超级大的寿桃。慢些跑，别摔了。哼，黄鼠狼给鸡拜年。赵胖胖，你是打算改刀当穿山甲了吗？老大，大事不好！我那神仙爹今天带赵子妍来踢馆了。赵子妍？谁啊？我家旁支的，算我爹的子侄，江南那边最有名的神童。听说3岁就能识字，5岁就能作诗，还会写什么对联，说是我赵家祖坟上冒青烟。
才生出来的这么个麒麟儿。它能吃吗？会抢我吃的吗？好像听说他为了读书，经常废寝忘食，而且吃得很清淡，说什么君子食不求饱。哼，那他没戏。在饭桌上，没有人能打败一个为了吃而战斗的人。走了，前面好像有动静，应该是有点心上了。哎呀，这可是关乎两家脸面的大事，怎么到了老大嘴里，就成了能不能吃饱的问题？国子监林祭酒，林从文大人到，林公子到。织田丫头，今日生辰，精神头不错。祭酒爷爷好。这是送你的，里面是我亲手铸界的千字文，字字标注典故释义。你天赋尚可，但根基薄弱，好好研读，莫辜负天分。不愧是祭酒大人的孙子，用心良苦，谦逊好学。纸张厚实不渗油，墨香还能去腥。下次去樊楼买烤鸭，刚好用来包鸭架子。多谢林学霸。你简直是不可理喻。丞相大人到。没安好心的席老头，赵相大驾光临，寒舍蓬荜生辉。宁兄客气，今日令女生辰，老夫不请自来讨杯酒喝。子言还不见过国公爷和夫人。晚生赵子言，见过国公爷，见过国公夫人。老大，那就是赵子言，是不是很像我爹书房里摆的那个假人？不像人偶，像根洗干净的白萝卜，看着清爽，内里多半又硬又辣。咦，老大的这个比喻还挺贴切。赵丞相，入席吧。宁兄这府上的厨子手艺倒是不错，只是这菜肴再好，若是无人品鉴，也是明珠暗投。赵相这是何意？难道这满座高朋还不配吃顿饭了？盛宴无诗文佐酒，终究寡淡。子言，你且说说，面对满桌珍馐，有何感悟？礼记有言：饮食十礼，然君子食无求饱，居无求安，珍馐仅可果腹，唯有圣贤大道，方能滋养浩然正气，立身成才。好，不愧是神童，小小年纪便有这觉悟，非常人能及呀。朱门酒肉臭，路有冻死骨。子言年少便知节俭养浩然气，反观某些人，生于锦绣堆中，小小年纪就沉溺口腹，贪图享乐，不识耕稼疾苦。这般奢靡心性，日后如何承袭爵位，支撑宁家门楣？你别冲动。检测到宿主遭人格羞辱，触发紧急任务。谁说读书和吃蹄膀不能兼得？请宿主强势反击，捍卫吃货的读书权。任务奖励：法师拿破仑千层酥一盒。赵大人说我不懂耕稼之苦，那敢问您，这盘红烧肉从何而来？五谷六畜乃是常识，子言告知于他。春种秋收，40农作，腊月宰制，方成佳肴，粒粒皆辛苦，此乃读书人本分认知。你笑什么？笑你读书读傻了，死记书本不辨时务。你口中10月货到，那是南方，京城9月便已收到。还有这肉根本不是腊月出栏的嫩年猪，是养了2年繁育过猪仔的老母猪。真正的年猪，春喂糠草拉骨架，夏食野草长肉身，秋天有水养膘体，腊月再杀，肉质入口即化。你张口辛苦，闭口民生，却连盘中肉好坏、牲畜种养之法都分不清。你所谓的体恤疾苦，不过是坐在书房背2句爬人写的诗。哼，你懂些许刨除琐事又如何？眼界局限1粥1饭，终究浅薄。你入国子监备考录科，倒是说说你读书究竟为了什么？侄儿斗胆，愿先世答之。大学之道在明明德，我辈读书不为一己荣辱，只为修身齐家，治国平天下。好，赵家的麒麟儿将来必成大树。子言读书为天下苍生，你读书只为口腹贪欲，纵使小有聪慧，考取功名又如何？拿着朝廷俸禄，只为分辨猪肉好坏，终究是玩物丧志，难成大器。虽然我讨厌宁之田总赢我，但我更讨厌赵子言这种把伟大挂在嘴边。大道理人人都会背，可连肚子都填不饱，拿什么治国平天下？不如让赵公子饿上3日，看看还能不能背出半句圣贤书。你荒谬！此等市井诡论，岂能玷污圣贤大道？可圣人著书立道，从不是为了让人空谈大义。大灾之年，易子而食。那个时候，那些读了很多书的大官们在干什么呢？是不是也像赵公子这样站在高台上背诵大学？可是背完了，百姓就不饿了吗？这丫头胆子也太大了，这种话也是能在这种场合说的。巧舌如簧，
既然你觉得圣贤书无用，那你所谓的志向又是什么？难道就是为了让你自己吃得更好，穿得更暖？若是如此，那便更不配谈什么家国天下了。宁之田，快说点不一样的，就说那些让人跳脚的歪理也好。谁说我不配谈？赵爷爷问我读书为什么？民以食为天，苍生温饱便是世间最大的道理。我读书是为了能看懂其民要术，变种施肥，增产囤粮，让天下粮仓充盈，再无饥饿。我读书还是为了学算学，学水利。我要知道怎么把河里的水引到田里去，这样就算老天爷不下雨，地里的庄稼也不会渴死。庄稼不渴死，大家就都有饭吃。我还要读大宁律，我要知道怎么定规矩，才不会让坏人抢走百姓辛辛苦苦种出来的口粮。赵胖胖，老大，你饿肚子的时候，如果你爹打你，你跑不跑？跑啊，还得偷个馒头，边跑边吃。赵爷爷您看，人饿极了，只会逃命抢食，唯有衣食无忧，仓库充实，百姓才会讲什么礼义廉耻。赵公子说他要为天地立心，我不懂那些，我只知道把大家的饭碗护好了，让每个人都能像今天这样吃上大肘子，这就是我理解的圣人之道。好，格物致知，经世致用，读书不为虚名，只为苍生保暖，这才是我大宁学子该有的风骨。随我这气势，绝对随我。平日里我只当甜甜是个馋嘴猫，没想到小小年纪心里竟有这般沟壑。任务圆满完成，评价完美，打破空谈格局，立足苍生本心。奖励发放，已存入系统空间。宁家小儿这般打赵家的脸，驳丞相的面子，以赵丞相平日的脾气，这是要发难啊！虽然今天没带刀，但若是赵老头敢欺负我闺女，我也顾不上什么体统了。叔父这是要出手教训这个不知天高地厚的小丫头。他要是动手，我该往哪边滚呢？宁之田，在。听君一席话，胜读10年书。老夫半生苦读圣贤书，自诩通透大义。人人皆知民以食为天，我更是挂在嘴边数10年，今日才算读懂这5个字的真正分量。赵爷爷严重了，并非严重，是老夫满心羞愧。子言，你可醒悟？侄儿略有所悟。明日起，别总闷在书房背书，出去走走，亲自看看民生百态。宁小姐今日教诲，赵某铭记于心，多谢指点。不用谢，就是太可惜了。方才争辩许久，热气散尽，肉皮发硬，肥肉发腻，口感直接减半，这简直是对美食的不尊重啊！赤子之心，真正的赤子之心。小姐睡得真快啊！嘿嘿，吃饱睡好，明天才有力气看热闹。不知道赵胖胖今晚有没有挨揍？爹，我错了，我再也不乱跑，不多嘴了。把手放下，坐。宁家丫头今日所言，你听懂几分？就是人要吃饱饭，吃好肉，饿肚子百姓会作乱，乱得特别吓人。宽儿，爹以前总逼着你背书，背不出来就打，你是不是觉得爹特烦人？不敢，不敢，不敢。是不敢，不是没有。那丫头说的对，读书不是为了背那些空洞的句子，是为了让人都能吃上饭，是为了让你以后走在街上不用担心有人抢你的馒头。你想被人抢走嘴里的红烧肉吗？不想，谁敢抢我的肉，我跟他拼命。既然不想，那就得有本事护着。光靠你这一身肉去撞人是不行的，得靠脑子，靠书里的道理和规矩。想通了吗？老大今天侃侃而谈的样子真威风啊！我也想通了，我也要做能护住大家饭碗的人。既想通，便立规矩。明日起，书房夜读加半个时辰。做得到，做得到。你今日瞧见了吧？我闺女，随我。随你什么？随你嗓门大，还是随你贪吃？都随，聪明劲儿肯定随我。今天赵相起初还满脸傲气，被咱闺女一番话折服得的，当众鞠躬认错，太解气了。我知晓你满心骄傲，但木秀于林，风必摧之。织田今日锋芒太盛，镇住了满朝文武，往后盯着他，忌惮他的人只会更多。我们须得多加谨慎。谁敢动我闺女分毫，我绝不轻饶。又动粗，咱们要学闺女以礼服人。对，咱闺女是文曲星下凡，咱不能给她丢人。老大，你被揍啦？怎么揍的是眼睛？不是啦，这是代价。为了当那个护饭碗的人，我天没亮就起来背书了。背进去了？那是。哼，不过是死记硬背罢了。老大，你听说了吗？西域使团已经到京郊了，那阵仗可大了。我听我祖父提起过，这次他们来者不善，
说是来朝贡，实则是试探咱们大宁的底细。我们去樊楼吧，那里消息灵通。好啊好啊，听说樊楼新出了一种卤味，叫什么鸭脖子，那东西肉少骨头多，有什么好吃的？有辱斯文。真香。听说这次带队的是那位传说中的西域国师，精通星象鬼术，在西域威望极高。听说他带来了难倒无数智者的难题，这是摆明了挑衅我大宁。不过是蛮夷哗众取宠，国子监英才无数，岂会被这点伎俩难住？纯属自取其辱。我不管这些，我就想知道西域是不是真有超甜的葡萄干、流蜜的哈密瓜。我跟你们谈国体颜面，你们满脑子就知道吃。吃也算国体的一部分。要是他们带的特产不好吃，说明是个吃不饱的国家。吃都吃不饱，能出什么聪明人？你算了，朝堂自有定论。我回去温书，免得届时丢人。那就是骆驼吗？好高啊！小姐，您别对着别人的坐骑流口水。大胆，竟敢冲撞镇国公府马车！大宁马车太慢，道路太窄，在我草原，只有瘸腿老杨才会这般拖沓。你，这也太嚣张了！这是哪来的人？当街纵马，还有王法吗？怎么回事？当街闹事，都给我带回去！我是西域使团先锋官特穆尔，我们要去驿馆，你们大宁的破车挡了路，耽误了我们将军休息，这罪过你们担得起吗？虽是使团，也要遵守大宁律法，闹事不得纵马。下次把路让开点儿。什么东西？撞了人不道歉就算了，还骂咱们是瘸腿羊，太欺负人了！欺人太甚，在老子的地盘上欺负老子的闺女！来人，点齐亲兵，老子这就去驿馆，把那个什么狼头狗头的腿炸断！都退下。夫人，你别拦我！织田都被吓得摔跟头了，这口气我不出，我还当什么国公？喝口茶，冷静下。现在全京城都在看着西域使团，你若是现在带亲兵打上门去，那就是破坏邦交，到时候别说陛下保不住你，就是盐官的唾沫星子都能把咱们府淹了。那咱们就这么忍了？谁说要忍？只不过打架也分场合。老爷夫人，宫里来旨意了。你宣镇国公宁远携千金宁之田入宫赴宴，钦此。陛下特意点制田名字，应是知晓今日事端，这是给咱们递台阶呢。闺女，你怕吗？不怕，宫里有好吃的。好，那咱们就去会会这群蛮夷。镇国公到，丞相到，老大，我藏了牛肉干。皇上驾到。众爱卿平身，都入座。好好吃。宣西域36国使团正使摩罗国师觐见。西域摩罗见过大宁皇帝陛下。岂有此理！他竟敢不行礼！国师远道而来，赐座。皇帝陛下，这是西域36国献给大宁的礼物。但虽是礼物，但也是一把锁。哦，何意？此乃西域至宝，在我临行前，周国智者在这箱子上设下了无形的锁，只有这世间最有智慧的人方能开启此箱。若是大宁无人能解，那这礼物摩罗只能原路带回，并告知西域诸王，大宁虽大，却无智者。这哪里是送礼，是想打我们大宁的脸！既然是锁，那钥匙何在？无需钥匙，答对我3问，铁箱自开。滚，给老子一把锤子，什么箱子砸不开？世间何物最为坚硬，可摧城墙碎铠甲，却无形无质，看不见摸不着。坚硬看不见，什么鬼东西？怎么泱泱大宁满朝文武，竟无人能答第1题？下官翰林院编修有解。此物名为民心。古语有云：众志成城，民心所向，金石为开。若没了民心，任你城墙再厚，铠甲再坚，也不过是土鸡瓦狗，一触即溃。民心，那是你们大宁读书人用来哄自己开心的漂亮话。民心能挡住蛮刀吗？若是城破人亡，民心不过是案板上的肉。此答案太虚太软，不作数。你要我说是杀气，两军阵前，杀气能破敌胆，吓破了胆，那城墙自然就塌了。既如此，用你的杀气推倒这面墙。你这蛮子，耍赖！既然这第1题大宁无人能解，那我们不妨换个简单的。世间何物最为长久，历经1000年风雨，亘古不朽？自然是史书。人世会消亡，朝代会更迭，唯有笔墨史书千秋流传，永垂不朽。史书，只要一把火，你的史书就成了灰烬。一个朝代灭了，文字断了，
你的记载又给谁看？就像我西域楼兰曾经也辉煌无比，如今只剩黄沙，他们的史书在哪里？金石，风一吹便化作沙，水一冲便磨成粉，这也算长久。看来大宁虽大，懂透彻之理的人却没有几个。平时个个能说会道，怎么关键时刻都哑巴了？摩罗老神棍分明就是来找茬的。皇帝陛下，看来这第2个问题也没人能答上来，那便最后一个问题吧。第3题，一国最珍贵的宝藏是什么？是金山银海，还是万里疆土？大黄金？不行，太俗。估计这老头又能扯出一疆土易主的歪人才。前面答题的编修和尚书不就是人才吗？怎么，连什么是宝藏都不知道吗？若是如此，那看来这箱子里的宝物真与大宁无缘了。抬走吧。慢着，朕的大宁真就无能人。看来这大宁……闺女，快回来！无需阻止，让他去。大宁没人了，派个刚断奶的娃娃出来，是想求饶？老头，我答对你所有题，这箱子里的东西能给我吃吗？荒唐，简直是有辱斯文，这时候谈吃的。镇国公平日里就是这么教女儿的。这眼神我熟悉，上次在生辰宴上，这丫头这种专注，带着势在必得的眼神。你这娃娃可以。你若能3题全解，此箱归大宁处置，你想吃便吃。但若答错，这箱子我就带回西域，还会告诉天下人，大宁连个5岁娃娃都管教不好。方才走神剥花生没听清你的题目，你重说一遍。这也太狂了！世间何物无形无质，却可摧城墙碎铠甲，最为坚硬。就这也算难题？是饥饿。胡言乱语，饥饿只是体感，何来坚硬之说？饥饿哪能破城碎甲？这种玩笑话，回家跟你爹娘说去吧。玩笑，老头，你没真正饿过吧？你说饥饿没有实体，不够硬，把你关进这个铁箱，不给你饭吃，你会发现，哪怕铁皮再厚，你也想用牙把它咬穿。在饥饿面前，没有什么硬的，包括你们嘴里的仁义道德。老头，这答案够不？饥饿，娃娃，你想说的是那种虚无缥缈的求生？不是意志，是吃。老头，你见过人吃土吗？土？对，观音土，吃下去能饱肚子，但是拉不出来，最后活活胀死。明知道会死，可为什么还要吃呢？因为在饿疯了的人眼里，它就是馒头。两军对垒，若是粮草断了，士兵们饿极了。这时候你告诉他们，城墙后面有肉、有酒、有热腾腾的馒头，你信不信他们能用指甲把城墙抠烂？城墙铠甲，仁义道德，在极致饥饿面前不堪一击。这无形之击，便是世间最坚硬之物。这么残忍露骨却又真实的话，竟出自一个5岁孩子嘴里。好，我等不怕强敌利刃，唯怕军中断粮。这第1题算你解了。好样的，人比人气死人。不过还好，这丫头是自家这边的。第2题，何物最千古不朽？是土，是脚下这片土地。荒谬！黄土尘埃随风飘散，遇水消融，怎及圣人文章千古不朽？文章写于纸，刻于竹，捐于石，纸会烂，竹会腐，石刻会被岁月磨平，金子会花光，房子会倒塌。就算是朝代变了，小祖宗哎，这可是当着皇上的面啊，这种话也是能说的吗？大不敬，大不敬！让他说。但是地不一样，不管这京城里换了谁当家，也不管这大殿上坐的是谁，哪怕上面的宫殿都被火烧成了灰，扒开这层灰，地还在下面。我听我爹说过，我太爷爷在城外种麦，我爹也会接着种。日后我接手国公府，依旧要种，只要有地，我就饿不死。这难道不是最长久的东西？西域36国常年征战，争夺能长出庄稼、能养活牛羊的绿洲，最后人死了，国灭了，但绿洲还在那里。大宁果然人杰地灵。这第2个问题你也解了。要不是场合不对，这会儿我都想跳起来大喊一声赏。娃娃，前面2题你用饥饿破了坚硬，用土地解了长久，确实通透。这最后1题才是这箱子真正的锁。若是答不上来，前面所有的努力都作废。老头，我饿了，想吃饭，你快问。这世间什么是国家最珍贵的宝藏？这荷包里装是什么？不会是锦囊妙计？黔驴技穷，拿喂鸡的谷子丢人现眼。这就是你要的答案？吉利破谷子，黄金倾城，疆土养民，此物连塞牙缝都不够，也算宝藏？这不是谷子，这是种子。有一粒种子扔进土里，只要好好伺候，到了秋天，它就能变成1碗饭。有饭，人就能活，人活着才有希望。老头，你会算账吗？春种1粒粟，秋收万颗子。这世上还有比这更划算的买卖吗？有它在，今年遭了灾，明年还能重新来。有它在，就有希望。老头，你说这算不算最珍贵的宝贝？受教。
女娃娃，你赢了。好一个希望！宁爱卿，你养了个好女儿。这大概是随我。老头儿说话算话，这箱子归我了。是归大宁。都一样，快打开，我都闻着香味儿了。这便是西域至宝，一堆烂泥块，简直荒唐！戏耍我大宁朝臣，费尽心力解开三题，换来一堆废土，机遇欺人太甚。没人要是不是？那我全包了。宁家丫头休得胡闹，这是无用烂泥。你才是烂泥！陛下，这是绝世好物。这东西能吃？不仅能吃，还好吃得很。切丝酸辣爆炒，切块牛腩慢炖，蒸熟捣泥拌料，样样美味。最关键是极度抗饿，比米饭面条更实在。没想到大宁竟有人识得此物真身。国师，此物究竟是什么？此物名地蛋，乃是从极西之地的海上传入我西域，不惧土地贫瘠，沙地、旱地、戈壁均可存活，只需少许水源便能生长。产量几何？若是伺候得好，1亩地可得1000斤以上。1000斤！大宁良田亩产稻谷仅300-400斤，貌不惊人的地蛋，竟是逆天高产的救命神物。刚才我说它是宝藏种子，没骗你们吧？好，司农寺卿何在？臣在。把这箱地蛋带回司农寺，细心看管，择地示众，少了一个，朕拿你试问。臣遵旨，臣必定日夜看守。皇陛下英明，愿这地蛋能在大宁生根发芽。辣椒粉来一点，孜然粉来一点。宁之田，陛下叫我。今日你立了大功，赏你块金牌，持牌可随时入宫，可自由出入御膳房，无需通报。长期饭票啊！谢主隆恩。陛下，我拿几个回去尝尝味儿，帮司农寺的大人试个毒。不过分吧？准了！闺女，这玩意儿真能吃，看着跟石头蛋子似的，别是那个西域老头忽悠咱们。爹，几个月后你就知道了。老大，这土里真能种出好吃的，外酥里嫩，蘸上酸甜酱，一口下去咔滋脆。老大放心，这坑我包圆了。有辱斯文，你可是国公府千金，怎么能玩泥巴？你读遍圣贤书，怕是都读进肚子里了。谁知盘中餐，粒粒皆辛苦，忘了？你疯了！这可是朝堂重宝，你竟敢随意切割！大惊小怪，这叫切块催芽。一个土豆种下去只能长1株，切成5块种下去就能长5株，这就是算学，懂吗？还能这么算吗？牙眼朝上埋土，别埋太深。好的，老大。哎呦喂，小祖宗，那是种子啊！高公公，你怎么来了？宁小姐，您怎么能把御赐神物给切碎了？司农院卿看见，怕是要当场撞墙。公公前来是为何事？是陛下让咱家来问问这地蛋到底该怎么种。司农寺那帮老学究翻遍了古籍，也没找到地蛋的记载，如今全指望您了。告诉大人们，别把地蛋当祖宗供着，这东西皮实耐活，切块视为增产，蘸草木灰是防腐杀毒，土别厚，水别多，见干见湿就行。那咱家这就回宫复命，不打扰小姐雅兴了。这应该是最后一个坑了吧？老大，这就种完了，啥都看不见啊！等着，再过几个月，我请你们吃外酥里嫩的薯条，咔滋爆脆的薯片。行了，别看了，现在地里啥也没有。难道爹发现了我藏在床底下那半只烧鸭了？还是私藏在书袋里的肉干被搜出来了？爹，拿去。今晚亥时之前，在樊楼周边的9坊之地找到这9个谜题对应的信物，全部找齐，挂在这灯上，提着回来见我。爹，这……若是亥时之前回不来，或者少了一样，下月全府停掉所有肉食，3餐清水煮菜，无油无盐。全停！老大，救命！赵胖胖，你这是被人追债啦！老大，我以后能不能吃肉就看你了。春桃，你去给我爹娘说一下，我和胖胖玩去了。所以你们半路截我，就是为了拉我来解题？3个臭皮匠顶个诸葛亮，别废话，干活！白龙入海沉底卧，红日当空照碧波。容我想想，白龙为西方庚金，红日为南方离火，水火相克，金火相刑，是大凶之兆。谜底定是城西金水河畔的火神庙。城西一来一回起码半个时辰，9道题都这么跑，我下月红烧肉彻底没了，不去。这是唯一正解，为何不去？林子轩，你真是读书读傻了。什么庚金离火，这分明就是一张菜单。菜单？白龙入海沉底卧，白龙就是手打的鱼肉丸子，入海就是下锅，沉底卧说明丸子紧实，还没煮飘起来。红日当空照碧波，红日是上面飘着的一层厚厚红油辣子，碧波嘛，自然是最后撒上去的那把葱花，所以谜底就是城东李记红油鱼丸汤。荒谬，
丞相乃当朝大儒，怎会出此市井俗体，简直有辱斯文。大儒就不用吃饭啦，胖胖，选他就去城西吹风，选我就去城东闻肉香，你自己选。我信老大，我不信。若是错了，我看你怎么收场。到了，老板。小娃娃要吃鱼丸得排队，让你家大人来。我不吃鱼丸，有没有人在你这儿存了东西？哟，还真有。那位老爷说了，这东西只能给能对上暗号的人。敢问店家，这暗号可是白龙海沉底窝的下一句？啥龙啥海，听不懂。老爷说了，报上菜名就算对。什么？堂堂丞相出的暗号竟是菜名？这叫红油鱼丸。老板，快把牌子给我，再晚我兄弟就要回去吃草了。答案正确，给你。走，下一题。我竟然用五行来推演这热腾腾的烟火气。哎，等等我！紫气东来3000里。城南紫藤书院，百年紫藤盛放，紫气冲天，贴合紫气东来典故。谜底必是书院，这次绝对错不了。走，去书院。这修护时间谁要去闻墨汁味儿？紫气是指长条的紫皮茄子，东来是指做茄子最好的大厨，是东边齐鲁人士。至于3000里，那是形容这茄子的香味能飘过3条街。这解释虽然听着离谱，但结合刚才那碗红油鱼丸，竟然见鬼的合理。城南留迹实善，走着。紫气东来3000里是油焖茄子。答对了。下一题，金玉满堂。金是黄色的，玉是白色的，满堂说明分量足。王婆婆点心铺，她家的玉米松仁烙一烙一大盘，正好满堂。孺子可教。林兄，你悟了。这悟性不要也罢。第3块木牌到手了，给吃点。真香。第4题，血压轻松。城西老张家糖霜绿豆糕。第5题，赤练横空。城中夜市烤羊肉串。第6题，老大，咱们还剩最后一个了。找齐了这9个，我下个月的肉就保住了。最后一题，速战速决。灯火阑珊。这题难了。难在哪儿？不就是灯火少的地方吗？你也知道是灯火少的地方，你看看四周灯火少吗？哪里有阑珊的地方？灯火阑珊，一指冷清幽暗之处。走，我们去城南的城隍庙，那边此时定然无人，灯火最暗。站住，别瞎跑。为何？灯火阑珊不就是黑的地方吗？林子轩，你是不是傻？赵丞相是为了让我们找吃的，不是让我们出家修行。黑灯瞎火的地方连菜牌都看不清，哪有吃食？可是诗里就是这么写的啊。诗里那是找美人，自然要去暗处，显得含蓄，显得朦胧。灯火阑珊不是灯火熄灭，而是灯火太盛，趁得别处灯火都黯然如灭，所以谜底就在樊楼顶层。这番歪理离谱至极，却偏偏句句贴合丞相美食谜题的套路。老大，那还等什么？冲啊！最后一题怕是要难住几个孩子，他们怎么也不会想到你会把信物藏在这京城最喧嚣的樊楼。胖怕心性浮躁，若他能多想一层，今晚便可免去责罚。找到了。爹，我们找齐了，9块信物一个不差，我的红烧肉保住了。此时才虚时3刻，距离亥时现时还有足足1个时辰呢。子轩，这谜题也是你解出来的？是大家一起解开的。你们倒是聪明，竟然找到了樊楼。按照常理，你应去寻幽暗偏僻之地，怎么来了这处？因所有谜题全都是围着吃食转的，既然是找吃的，那肯定得来这全京城吃的最好最贵的地方。这里的灯火亮到盖住了所有的光，别处看这里是人间烟火，这里看别处才是灯火阑珊。宽儿，爹，谜题不是我自己。懂得借势也是一种本事。子轩，此番可有收获？学生以往只会纸上谈兵，今日跟着老大历练，才知市井烟火里自有万般大道。这老大倒是叫得顺口。行了，我在这儿给你们订了宴席，去吃吧。多谢丞相伯伯。爹你真好，我要吃烤鸭，要吃八宝鸭，要吃5香牛肉。早已吩咐后厨备好，去吧。胖，真不去明德堂陪我？夫子说我资质一般，去特训也是浪费名额。你好好备考，我在启蒙馆等你回来。真是兄弟本是同林鸟，大难临头各自飞。坐，你情况特殊，需2个月内通读4书5经，通过路科考试。即日起，这里是你的专属封闭式特训地。封闭？啥意思？每日3个时辰高强度诵读，除了如厕外，不得踏出明德堂半步。先背完《孟子》首篇，磨练心性。好多字啊！紧急突击任务出发，30辰内背诵《孟子》《梁惠王上》。奖励：比利时皇家手工巧克力礼盒，含黑松露等12种丝滑口味。祭酒大人，我若30辰内背完，可否准许我休息片刻？有此豪言，想必是潜心向学。可许你1刻钟放风。为了巧克力，拼了！孟子见梁惠王，王曰：“所不远千里而来，亦将有以利吾国乎？”文章太长，逻辑太绕，得想个办法。有了，
宁之田，背书之时胡乱涂鸦，亵渎圣贤文章，成何体统？夫子，我不是乱画，我是在梳理逻辑。鸡腿形状的大圈小圈，你管这叫逻辑？这一章的核心是人证，就像是一桌席面的压轴大菜，比如红烧肘子，必须要大、要硬、要能镇得住场子。这些是配菜，比如50步笑百步，是个开胃凉菜，用来嘲讽梁魏王胃口小还想吃独食。还有这个不为农食，这是米饭，百姓吃饱了才有力气干活，这叫打底。这些线条就是上菜逻辑，先点出问题，再抛出核心人证，最后落地民生举措。梁惠王是挑食食客，孟子就是安利治国营养餐的顶级大厨。有辱罢了，你继续背吧。夫子，我背完了。胡闹！旁人最少3、5日才能背完，你莫不是为了偷懒在这里信口开河？夫子请听，孟子见梁惠王，王曰：叟不远千里，然而不往者，谓之有也。一字不差，完美通关，奖励已发放。尚可，既然完成，许你1刻钟休息。夫子，人有3急，我先走了。1刻钟为限，多一息，加倍1章。今日考题乃陛下廷议之重，论治水。织田丫头虽说背书快，但这策论考的是实物，她恐怕很难。交卷，这也太快了，怕不是乱涂乱画？黄河者，天地间之一大锅沸汤也。是这丫头的风格，万事皆可与吃有关。汤沸而易，盖之不仅无用，反致炸锅。制汤之道有2：一曰扬汤止沸，2曰釜底抽薪。所谓扬汤，非是用勺乱舀，而是要给汤找个去处。于低洼处设分洪区，若遇水涨，便引汤入碗，待水位降后，再倒回锅中，此为分流。所谓抽薪，乃治本之策。锅底火太旺，汤才会沸。黄河之水浑浊，皆因上游泥沙俱下。若在上游多种树，抓牢泥土，便如撤去锅底柴薪，水自然就清了，火自然就小了。朝中工部官员争执数年的治水难题，竟被一个5岁孩童用汤锅道理解析得通透彻底。此为何物？大坝啊，这弧形墙面就像火锅隔断，能卸掉水流冲击力，把水力分散到两岸。侧边缺口还能引水转水车。妙啊！这弧度完美契合受力原理，虽画得像鸳鸯锅，但内里算学造诣极高。织田，你这弧度如何推演而出？没算过呀，我就想着锅里的大丸子怎么才能不被沸水冲散，那就圆润点，让汤滑过去呗。这就是天赋吗？用吃货的本能去解构天地万物。这卷子甲等，言辞虽通俗，但立意高远，直击核心。此法若推行，黄河两岸百姓皆能受益。送去工部，让诸位大人好好看看。厉害啊！是的，他才5岁。好了，今日考核结束，都可以走了。老大，听说你策论又拿了甲等，顾夫子刚才一路走一路夸你，我也好想拿甲等啊。低调，基本操作，别灰心，掌握方法，万物皆可盘。什么方法？把黄河当成一锅肉汤，想明白怎么不让汤洒，就懂治水了。原来圣贤书还能这么读，把道理换成吃食，好记又好懂。我悟了，明天策论我就写论如何把稻谷做成红烧肉。这题目对吗？姓周的，我闺女凭真本事考的第1，凭什么不能参加陆科考试？国公息怒，陆科是国家选才大典，严肃庄重。恋爱年仅5岁，垂髫志同入考场，岂不是让天下读书人笑话，形同儿戏？儿戏？你们分明是怕我女儿太过出彩，考过你们这帮读了一辈子书的老家伙，打你们的脸面。够了！丞相大人要说话了，我这事儿做得这么漂亮，他肯定是支持我的。只要丞相大人开口，宁远这个粗人再怎么闹也没用。周大人，你说宁家那丫头是黄口小儿，不配进考场？正是，5岁孩童，心智尚且还未开。放屁！向来注重仪态的丞相大人，竟然会说脏话！你是瞎了还是聋了？国子监的月考榜单你没看？策论甲等，经义全通。5岁怎么了？若是连国子监月考榜首都没资格进考场，那国子监剩下那几百个监生算什么？没开花的猴子吗？这话谁敢接？接了不就是说我们家的孩子是猴子？这老赵吃错药了。老夫与镇国公政见不合，那是私事。若是连这种才华横溢的读书种子都被挡在门外，那还要这考试何用？盖章！若是耽误了发放符票，本相唯你是问。这剧本不对啊，丞相咋了？朝堂沉闷了太久，或许需要一条鱼来搅动这一池水，哪怕它是条贪吃的鱼。这叫金榜题名，猪蹄抓财，吃了这个分数就跑不了。
吃个4喜丸子，寓意福禄寿喜。这鱼，老爷、夫人，赵丞相府的赵公子，还有林记酒家的林公子来了。这么晚了，这2个小子来干什么？老大，赶上了！这是樊楼大厨特制的状元蹄，我家管家排队1整天才抢到。去年的状元考前就吃了这个，里面加了36种香料和人参，吃了绝对补脑。好小子，懂事！来人，快给这状元蹄腾位置。老大，我想着你的脑子比我重要，就全拿来了。好兄弟，等我考上状元，请你吃全牛宴。考试考的是才学，不是吃肉。你不懂，这是考前玄学，吃饱有力气，写字才不慌。你行你别吃。哼，谁稀罕？喏，给你的，这是祖父当年考科举时用的，放着也是积灰，我就顺手拿来了。上面沾了文气，能挡晦气。你也别多想，我就是怕你考得太差，到时连累我在启蒙堂抬不起头。这孩子嘴硬心软的毛病随了谁？这把临记酒压箱底的宝贝都拿来了。这笔不错，握着像拿着鸡腿骨头一样顺手。谢啦。这是笔，不是骨头。都一样，都一样。有了这笔，我就能写出锦绣文章。有了文章，我就能拿状元。拿了状元，我就有俸禄。有了俸禄，我就能买更多的猪蹄。完美！老大说的对，这就是猪蹄守恒定律。好了，都别站着了，坐下一起开吃。真好吃啊！闺女，再检查一遍，笔墨纸砚带了吗？符票带了吗？要是累了就趴会儿，别硬撑。爹，你都问了800遍了，我是去考试，又不是去充军。吉时已到，考生入场。排好队，符票都拿出来。谢谢全场。本场考试题目：食不厌精，快不厌细。这哪是考题，这分明就是送饭题。哎，这题目也太难了吧！交卷啊，这就交卷了，还是个5岁的孩子，不再检查检查？这道理就像炒菜，出锅了就是出锅了，再回锅就老了。没漏字，没涂白。既如此，你便先退场吧。夫子再见。第2场开始题目：春雨润物。此题人人能写，无非就是套用随风入夜，细雨无声的经典诗句，但毫无新意。想要出彩难如登天啊！天公清玉液，大地起酥油。嫩笋即破土，争作府中修。农人抚掌笑金秋宴九州。君王施恩泽，万户得珍馐。祭酒大人，交卷。又是那个5岁娃娃啊！我这边刚憋出2句，他又要交卷了，这还要不要人活了？行吧，快出去，别在考场逗留，免得乱了人心。唉，其实人心已经乱了。本场考题：兵强则民疲，民富则兵弱，欲边之策，何以两全？下水领兵太过苛民，和亲纳贡太过屈辱，唉，做的都是死局啊！边防之道，非筑墙死守，乃烙饼成火也。防御当如千层酥饼，第一层饼皮护市安边，满以渴求茶盐铁器。大宁紧缺牛马皮毛，与其兵戎相见，两败俱伤，不如开市互通，以利羁绊。第2层馅料屯田治本，边关粮草千里转运，损耗极大，劳民伤财。想要民富兵强，必要军民一体。战时披甲为兵，闲时归田务工。现有耐寒耐旱神物地弹，亩产1000斤，适配边关苦寒土质，可彻底解决军粮短缺难题，减免百姓赋税劳役。第3层热气精兵守势，常备精锐为护国底气，平日蛰伏蓄力，御敌伺机而动。国力为锅底旺火，政策为揉面进道，粮草为饼中馅料，3者兼备，方能做到强兵富民两全。仓廪实而后兵锋锐，腹中饱方可卫国门。写完居然没提前交卷，这孩子终于知道敬畏考场，好苗子啊！好饿，好饿，好饿！时辰已到，停笔交卷。再给我1刻钟，就1刻钟！完了，2全之差，还没编圆乎。终于考完了，好累啊，好困啊，好饿啊！闺女，累坏了吧？饿不饿？刚出炉的，快垫垫肚子。爹，这次稳了。那是必须的，走，回家。闺女这一觉睡得真久啊！闺女，醒了，认得爹不？爹，几时了？50了，太阳都晒屁股了。错过早饭，血亏。睡了这么久，先喝口汤润润胃。我要把错过的早饭也吃回来。老爷小姐，出事了！后院花园的地蛋苗全都枯黄蔫倒，看着要绝收了。昨日还长势好好，怎么突然这般？快走去看看。没事，那是熟了。熟了？麦子熟了是不是黄的？那地蛋熟了，叶子里的那点精气神全跑地底下去了，叶子没用了，当然就枯了。当真无碍？没事。春桃，去把赵胖胖和林子轩叫来，跟他们说，请他们吃好吃的。老大，别难过，
外来种子本就容易水土不服。再说种地都是看天吃饭，不怪你。那个齐民要术有言，顺势而为，此地并非极西故土，地蛋枯死也是天意使然。春桃，拿个大竹筐来。小姐，这筐太大了，怕是用不上啊。是啊，老大，别折腾了，我让人去樊楼买炸鹌鹑，咱们吃点好的，忘掉遗憾。唉，老大，别急，方才只是试探。这是啥？一株竟能结出这么多，这才哪到哪儿？别愣着了，想待会儿吃饱就赶紧动手挖。我去，这下面还有，这产量不对劲儿啊！宁之田，你之前说这地蛋亩产多少？要是伺候得好，2、3千斤也不在话下。麦子的10倍产量，意味着同样的一块地，以前养活1个人，现在能养活10个人。满了，筐满了。春桃，去拿麻袋。这么多地蛋，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吃了。起锅烧油。今天我教你们做绝世美味。荒唐，太荒唐了！看看这句：嫩笋急破土，但作釜中休。那些凝折不弯的竹子招谁惹谁了？怎么就成了急着下锅的食材？还有这句：天公清玉液，大地起酥油。好好的春雨被写得油腻腻的，成何体统？老郑，消气。其实我觉得写得挺好。好在哪里？接地气啊！咱们读书人觉得雨是诗意，可对老百姓来说，这雨要是下不透，地里就不长庄稼。没庄稼就没油水，酥油2字用得极妙。砍裂的土地被油滋润，那种满足感是不是来得更实在？那是俗，大俗，大俗即大雅嘛。你再看最后一句，那马屁，那利益拔得多高啊！李婶儿，下锅，别急着捞，等浮起来。这味道有点上头。李婶儿，复炸成啦！装这里吃。好吃，太好吃了！直接上手成何体统？吃你的吧，哪那么多废话？什么味儿？这么香？陛下！无需多礼，这吃食朕可否尝尝？随便吃，刚出锅的，小心烫嘴。好东西，味道绝佳。此物产量如何？全都在那儿啦。这起码上千斤。差不多，没细称，这只是半亩地的收成。祥瑞，这才是真正的祥瑞呀！这东西除了油炸，还能怎么吃？油炸费油，寻常百姓根本吃不起。若祥瑞只能这么吃，终究难以推广天下。陛下放心，他蒸煮煎炒百搭适配，吃法多到数不清。高德胜，奴才在。尽数清点装车，运回司农寺，一刻不留。不行，我辛辛苦苦种了几个月，又是施肥又是捉虫，您动动嘴皮子就全拉走。哎呦！小祖宗，普天之下莫非王土，这满朝文武谁敢跟陛下说个不字？留3袋，1袋，2袋，我都答应给胖胖和林呆子分点了。做人不能言而无信。老大果然讲义气，准你留2袋，但是只能1袋大的，1袋小的，大的要做种。成交。来人，把这些都搬出去装车。土匪进村了。丫头，此物原名地蛋，名字太俗。既要推行天下，得有个正经名讳。那陛下赐个名呗。既生于厚土，形如豆蔻却大如拳，叫地灵果如何？陛下，这玩意儿将来是要进寻常百姓家饭碗的，您起个名字叫地灵果，听着像是供在庙里的，老百姓谁敢下嘴？那你有什么主意？土里长的，圆的跟豆子似的，土豆，顺口，好记。土豆，这名字听着就结实，惊愕。好，就叫土豆。高德胜，记下，回去改册子。荒谬！边墙护国乃是家国重事，竟被小儿比作烙千层大饼，这是在寒边关将士的心。放屁！老子在北疆喝了5年风，要是早有人明白这千层饼的道理，老子能少受多少罪？粗鄙！这可是陆科考试，考试怎么了？考试是为了选能办事的人，不是选只会掉书袋的书呆子。你看他写的：护士为丙皮，屯田为丙线，精兵为丙气，以贸易羁绊蛮夷，养其贪欲，化敌为友，以屯田自给自足，减负安民。这等落地良策，胜过万千空泛之谈。哼，说得轻巧。那军粮呢？这上面提到的地蛋是何物？闻所未闻。一个5岁稚童臆想出来的东西，你也信？这地蛋不是无稽之谈。陛下已给此物赐名土豆。陛下赐名，那这东西就是真的。至于把边防比作烙能把复杂的国策讲得通俗易懂，治大国如烹小鲜。既然圣人都能烹小鲜，这考生烙个大饼又有何不可？诸位觉得呢？瞧一瞧，看一看，陆科放榜最后的机会。王家才子赔率1赔2，离谱才子赔率1赔3。哟，这不是赵小公子吗？您打算压哪位才子？宁之田。宁小姐上榜的赔率是1赔10，
至于这夺得魁首嘛，1赔100。5岁要是能考得魁首，那我把城墙上的砖给啃了，就压我老大夺魁。赵公子，您这可是8两黄金加1000两银票啊！这要是输了，赵丞相，我爹早就不管我的零花钱了。少废话，快给我凭证！啥？1赔100？这帮人小瞧我闺女，拿钱去压我女儿夺魁。压宁之田，1万两白银夺魁。今儿个是怎么了？都上赶着送钱。非得现场看吗？在家睡懒觉不香吗？这叫排场。陆科考试第1场、第2场、第3场综合评定，魁首宁之田。这不可能！有黑幕！这绝对不可能！完了，全完了，那是几百倍的赔付啊！老大，第1，发财了！我们要发大财了！哈哈哈哈！老子闺女是第1，我闺女就是天上的文曲星下凡。作弊，绝对是作弊！在下寒窗苦读10载，熟读经义，怎么可能输给一个奶娃娃？你读了10年书，连个5岁孩子都考不过，那是你笨，关我家甜甜什么事？你仗势欺人，有辱斯文！我要求公示考卷，让所有人看清其中猫腻。对，我们要看卷子。我看你们就是输不起。闭嘴！一个靠爹的2世祖懂什么？吵什么吵？国子监3场统考，数10位大儒胡名交叉阅卷，公正无私，何来黑幕？临祭酒大人，学生绝不相信一个5岁稚童的文章能盖过我等寒窗苦读之人。贴榜。荒谬！经义考的是圣人大道，怎么写起切肉来了？就是，这也太俗了。这切肉之理，竟暗合大道，大有深意。这卷子怎么越看越觉得腹中空空？精兵为火候，不可过猛，亦不可无火，须文火慢烙，方能外酥里嫩。我输了，输的不是才华，是食欲。诸位，如今可还有异议？钱，我的钱！掌柜的，出来接个，不对，出来赔钱！哎呦，这不是赵小公子吗？您这是……少废话！宁之田，魁首1赔100，给钱！赵小公子，这数额实在太过庞大，小店周转不开。天子脚下，你想赖账？哪能啊！只是这现银确实不够，要不您宽限2日？宽限？老子打仗从来不宽限敌人投降的时间。镇国公刚好，老子也押了1万两，加上这胖小子的，赶紧算。咱们大宁律则，开赌房的要是赖账，是要去吃牢饭的。我给，来人，开库房！这次圣风坊可是亏大了。老大，咱们发财了！这么多钱，能买多少樊楼的肘子啊？出息！这些钱够买京城郊外的荒地了，盖个养猪场，以后红烧肉管够。啥？拿着这么多银子去盖养猪场？老大英明！这要是让赵丞相知道了，估计得当场气晕过去。老爷，这些金银是……咱闺女凭本事赚的。老爷，宫里来人了。快请。奉天承运皇帝诏曰：镇国公之女宁之田，聪慧过人，陆科考试独占鳌头，且种植祥瑞土豆有功，特赐黄金1000两，良田100亩。臣谢陛下赏赐。抬上来。高公公，这里面是……陛下特意嘱咐内务府挑的，说宁小姐虽才智过人，但毕竟是孩童心性，这些玩具最是解闷儿。切，没劲。谢陛下赏赐。这是江南进贡的云锦，寸锦寸金，还有这几匹是苏绣的料子，给宁小姐做几身新衣裳。不能吃又不能喝，这是御膳房秘制的秃黄油，纯蟹黄蟹膏熬制，一坛耗蟹数10斤。陛下说小姐读书种地皆辛苦，特意给您补身子。秃黄油拌饭，那是一绝啊！这小祖宗果然好懂。公公，这余下箱子是何物？皆是各地进贡山珍食材、干货肉食，品类繁杂，便不一一展示了。爹，给钱。公公跑这一趟，拿去喝茶。那咱家就先回宫复命了。宁伯，老爷，您有什么吩咐？只取一部分圣风坊赔来的银子，明日起府门口连摆3天流水席。连摆3天，全城百姓都能吃？对，不管是什么身份，哪怕是路过的乞丐，只要是来给甜甜道喜的，坐下就能吃。是，我等一下，要是有人敢在席面上闹事，直接让巡城的卫队扔出去。开席喽！这全是肉啊，不用配菜。咱们大小姐说了，今天就是让大伙吃肉的。至于配菜，要是想吃也有。好吃，太好吃了！都别挤，都别挤，都有份儿。今天是我老大请客，大家敞开了吃。混账东西，跑这儿来跑堂来了！爹，你咋来了？宁之田，你这流水席闹的动静可不小。赵伯伯，您是来随礼的还是来蹭饭的？
老夫只是路过。既然来了，吃完肘子吧，皮薄肉厚哦。老夫讲究礼节，岂能在大街上吃席？赵老头，你就别装了，你的肚子都叫了3声了。宁远，你身为国公，如此吃相，成何体统？百姓都在吃，我这个当爹的陪着吃，这就是最大的体统。赵伯伯，您尝尝。确实不错，镇国公府此举实在是斯文扫地。这位大人，您今天早上吃饭了吗？圣人言，忧道不忧贫。我辈读书人，岂能只看重口腹之欲？就是。那就是没吃饱。人饿着肚子，最容易胡思乱想。你小小年纪就如此牙尖嘴利。您指责我们骄奢，可您身上一袭锦绣锦袍，够百姓吃多少顿红烧肉？满口圣言道义，却看不得百姓吃一顿好饭，这叫虚伪。你居然敢辱骂朝廷命官！我没骂你，我是在陈述事实。王大人，既然不饿，就别在这打扰大家吃肉了。老大怼得好！老爷，大小姐，国子监来帖子了。陆明宴，这不是乡试举人才有的宴席吗？名字起得真好，就是有点名不符实。悠悠鹿鸣，食野之苹，这是朝廷特批恩典，不是让你去吃东西的。我在家吃红烧肉不香吗？干嘛去听一群人念酸诗？拿着，这算是老夫祝贺你获得魁首的贺礼。紫云宴，这可是端起老坑绝前的了价无市的宝贝啊！赵丞相这手笔也太大了。这就是写出千层饼防御体系的榜首，看着还没桌子高，怕是运气好，说不定是国公府找人润色的文章。5岁稚童，沐猴而冠，实在有辱斯文。陈默为了这次考试准备了2年，结果被个5岁娃娃压了一头，正窝火呢。学政大人，陆明宴重在雅集，甘作无趣。学生提议行飞花令助兴，考教众人才学。甚好，文人雅士，可行。宁小姐身为魁首，才高8斗，便由你开局，以花为题，3西一句，卡壳即淘汰。好，陈兄这个题。行，我先来。春去花还在。还以为能看笑话，结果这第一句还挺稳。人闲桂花落，花径不曾缘客扫。桃花流水鳜鱼肥。此句方才有人说过。那我换一句，葱花蒜瓣爆腰花。这是什么句子？有花字啊，葱花腰花难道不算？这算什么诗？这分明是菜谱。虽利俗了些，但切题且押韵，过。第2轮需自创诗句。冰肌玉骨傲寒霜，一树红梅满庭芳。好，诗句清雅绝。叫花鸡里裹荷叶，五花肉里开油花。你简直有辱斯文！民以食为天，吃喝乃人之根本，何来辱没斯文？我不与你口舌争辩。梨花院落融融月，麻花刚炸脆又酥，柳絮飞时花满城。豆花牛肉辣翻腾，这样太慢。新规，诗句既要带花，还要带味，对仗工整，敢不敢？哼，有何不敢？兰花清气满乾坤，脑花卤煮咸鲜醇，桂花香飘10里远，腰花爆炒阻然显，茶花苦后回甘酒，酒花酱里羊肉有。你别念了，我饿得胃疼。完了，脑子里都是脑花、腰花、五花肉，赶都赶不走。槐花似雪甜，甜如蜜。你也爱吃槐花，槐花麦饭香喷喷。我想说的是花香甜如蜜，谁跟你说吃了？哈哈哈，精彩，实在是精彩！见过祭酒大人，见过严公公。你便是写出千层饼防御论的宁家丫头。方才飞花令，你赢的是菜谱，非诗文。陆明宴乃文坛盛世，仅有菜谱可不够。那前辈想考我什么？以此鼎为题，谈谈何为国之重器。国之重器，那可是策论里最顶级的命题。这玩意儿不就是口锅吗？真是朽木，把礼器当成锅，滑天下之大稽。此乃祭祀礼器，承载国运，岂能说是锅？祭祀鼎中盛放的牛羊猪3牲，把牲畜烹煮分食，不是炖锅是什么？鼎或烹天下，粒米以此成。古人铸鼎，为煮肉分食，普惠众人，治大国亦是此理。继续说。这鼎下的火就是朝廷的法度，火太小煮不熟，百姓日子过得生涩；火太大煮糊了，百姓日子过得焦苦。这鼎里的水就是官员的清廉，水浑了肉就臭了，水干了肉就焦了。而这鼎里的调料就是教化，不放盐没味，放多了齁得慌。这是5岁孩子能说出的话吗？所谓国之重器，从不是青铜鼎的重量，而是它能养活多少百姓，能让多少人碗中有饭，锅里有食，家国便重如泰山。锅里空空，那再华丽的金鼎也只是一堆废铜烂铁。好，说得好！好一个鼎货烹天下，赤子之心通透大道。能把吃讲到这个高度，这哪是吃货，分明是哲学家。宁小姐大才，陈某受教了。看见没？严山公给咱闺女提的字。宁伯，快去找京城最好的工匠，用金丝楠木裱起来，要那种镶金边的，挂在正厅最显眼的地方。这可是咱老宁家的牌面，看谁还说咱宁家是大老粗。老大，我们等下去吃是那个第2名，
你想干嘛？输不起要打架呀？我告诉你，我也很能打的。我想了很久，那天你说的对，是我着相了。宁小姐，这是家里做的玉露团，是用上好的糯米粉裹着玫瑰花露和松仁做的，我想你应该会喜欢。以后若是得了什么稀罕的点心，我再给你送来。行啊，看在你这么上道的份上，以前的事儿翻篇了，以后你就是我在国子监的1号饭搭子。啊，我怎么就成了饭搭子啊？甜党万岁，守护最好的白糖，咸党无敌，五花肉才是真理，红枣豆沙才是粽子的灵魂，甜甜蜜蜜，软糯可口，这才是正统。往糯米里塞肥肉也不嫌腻得慌，肤浅，肉汁渗透进每一粒糯米，油脂与碳水的完美融合，这才是人间至味。甜粽子那不就是裹了叶子的点心吗？能当饭吗？你这是诡辩，咸党异端，人人得而诛之，甜党邪教早晚得亡。为了个粽子，至于吗？老大，你来评评理，粽子是不是应该吃甜的？你是有品位的人，你肯定支持肉粽对吧？甜党，咸党，大叔，给我来2个粽子，一个红枣豆沙的，一个蛋黄鲜肉的。给小帮手。这是什么操作？甜的让人心情好。肉也够香，顶饱。老大，你到底站哪边？小孩子才做选择，作为一名合格的干饭人，我全都要。既然都是来粮食，为什么要搞对立？甜的有甜的好，咸的有咸的妙。只要进了肚子，不管它是甜的咸的，最后都会变成我的肉。既然大家最后都要变成一家人，何必在进门之前打得头破血流？是啊，最后不都是吃进肚子里的吗？这便是海纳百川。老大说的对，只要好吃就行。要不咱们换着吃试试？也行。宁小姐，宁小姐在哪儿？我的小祖宗可算找到您，快随咱家进宫！宫里土豆叶子全都发黄蔫掉，陛下震怒，司农院官员全都慌作一团。陛下特意命我来请您前去查看。臣有罪，臣有罪。宁丫头来了没有？来了，陛下到了。哟，挺好。丫头切莫戏言，快看看土豆苗为什么黄。陛下，臣等尽心照料，谁知这祥瑞一夜之间便似枯死，臣万死难辞其咎。陛下，我之前没说秧苗枯黄是土豆要成熟的征兆吗？这是熟了，等您收呢。愣着干嘛？找铲子来。陛下，第一铲得您来，这叫开门红，寓意大宁风调雨顺，五谷丰登。哈哈哈哈！好，朕就来看看这祥瑞到底长成什么样了。陛下，这一铲子下去，要是挖出来的是烂根或者干瘪的小球，我这乌纱帽怕是保不住了。苍天有眼，有此神物，大宁再无饥饿。这就是朕的祥瑞。成色不错，做酸辣土豆丝肯定脆。挖，给朕全部挖出来！今日参与挖掘者，统统有赏。没完了是吧？既然叫得这么欢，等放学有你们好看。下学喽！老大，我们这是要干嘛？看到了吗？蚂蚁洞，没见识。我呀，好重，下来。这是蝉的幼虫，俗称知了猴。《本草纲目》有云：蝉蜕可入药，但这活物……把这玩意儿洗净，泡盐水吐沙，起锅烧7成热油下锅，滋啦炸到金黄酥脆，捞出来控油，咬一口嘎嘣脆，内里肉质鲜嫩爆汁儿，真能吃！我什么时候骗过你们？赶紧找，爬高就抓不到了。今晚加餐全看手速。哎，这有一个，哇，这个好肥！这种土里出来玩意儿真的会好吃？可上次的土豆也是地里刨出来的，结果可香了。圣人云：纸上得来终觉浅，我只为格物致知，便是虫类罢了。进去，这是擅闯，这叫借用。哼，让你们吵我睡觉，给尝尝。烫，是比鸡肉还嫩，比牛肉还香。还要吗？再来5个，不10个，好吃，太好吃了。好浓的香气，何人在此私开小灶？祖父。祭酒大人，来一口新鲜出锅的油炸金蝉，老少皆宜。国子监内严禁私自生火，念在你们是初犯。这次就算了，但这盘没收。就这么被充公了？我的知了狗，那是我们辛辛苦苦刨出来的。这是杜绝火患的证物，老夫带回去研究。欺负小孩。对了，7月的考到资格试，你准备好了吗？考到？我和林子轩都在启蒙馆，这种要命的考试可跟我们没关系。老大，您是副业堂的大才子，这种苦只有您这样的天才能吃。放心，作为兄弟，精神上我全力支持你。考试那天，我去食堂帮你多啃2个大鸡腿。啊，疼！哎呦！考到乃是通往乡试的关键，考过鱼跃龙门进6堂，考不过便留在副业堂留级。会被打断腿的。留级也无妨，副业堂离食堂近。家中做的，别多想，不是讨好你。味道不错。陆科我输给你成为第2名算是意外，这次考到我准备万全，我要赢你。哦，加油！你认真点儿，这可是关系到能否进6堂的大事。我很认真啊。敢不敢打个赌？赌什么？
若我赢了，以后你在国子监见到我，得叫一声师兄。若你输了呢？若我输了，樊楼的烤鸭我包你10只，哪怕我排队排断腿，也给你买回来。成交，准备好你的银子吧。烤鸭我要片好的，带荷叶饼和甜面酱。入场搜检。本场考题：礼乐之本。往年考经义，多是截取四书五经中的一句话让我们阐述，这次直接扔这么大一个命题作文难啊！家里老爷子天天念叨周公治理作乐，只要引经据典，再结合当朝教化，这把稳了。那丫头到底在写什么？写的这么馋。礼者序也，乐者音也。礼就是饭桌之上的规矩，座位次序先后动筷，分肉多少，没有礼便会争抢鸡腿，掀翻汤盆，乱作一团。乐就是吃饭的氛围，有乐曲相伴，心情舒畅，方能好好进食。天地一大锅，万物皆食材，若无礼以分之，则强者独占锅腹，弱者只能望汤兴叹，争端四起。礼之本在于免于饥寒生乐，乐之本在于食得其味，心中无忧。考题如此庄重，宁之田怎么还在流口水？难道这就是天才悟道的境界？不行，不能输！他在悟道，我也要悟。太难了，我引了周礼3篇，总觉得还没说透。这本子太悬，究竟是人还是镜？宁之田，你有什么见解？没有，就是把大家都当成饿死鬼投胎。饿死鬼？这就是你对礼乐教化的理解？你那吞口水的声音，是因为想到了破题之法？不是啊，我是看他那月字长得像鸡腿。我想静静了。第2场诗赋考题咏蝉。又是咏蝉，历朝历代多少名士都写遍了，还能写出什么新意啊？可不嘛，蝉旗高树，指引青路，利益全被古人占完了，稍有不慎便是识人牙慧，要失分的呀。出题夫子莫不是特意关照我？这题目完完全全撞我心坎上了，送分送到家门口了。咏蝉一题，核心贵在清雅，蝉栖梧桐，餐风饮露，是崇中君子。想要出彩，必要跳出寻常悲秋论调，写出君子蛰伏待时的风骨才行。哎，这丫头看到蝉也能这么兴奋？既然要咏蝉品行，那我便写金蝉下锅的一生，也算祭奠我那被抢走的满满一盘夜宵。后土埋千日，潜心待出头。不错不错，写蝉在地下的蛰伏，潜心2字立意绝佳，有君子藏气于身，待时而动的味道。啥立意？明明是埋土里越久肉质越嫩。朕依离着事，脱壳换金球。好句，蝉挣脱泥土污秽，褪去旧壳，羽翼莹润，灿若金秋。分明是写寒门学子一朝登科，脱去布衣换上官袍的万丈豪情，气韵开阔。烈火翠针身，香飘云外楼。妙极！夏日炎炎，烈阳高悬，恰似烈火淬炼本心。蝉历经酷暑，依旧放声长鸣，声鸣化作清风飘向远方。这番解读实在轻巧。啥烈火淬心？明明是热油炸蝉，炸出来香气飘满后厨，才把馋嘴祭酒给引过来的。绝了！最后这一句升华了，蝉鸣清脆，让四座皆惊。就连满腹学识的大儒都要为之折服。那日临祭酒弯腰端盘子抢金蝉，那速度别提多利落了，妥妥大儒折腰。宁之田，请留步。干嘛？要请我吃烤鸭啦？还没放榜，输赢未定。我只是好奇，你刚才写诗的时候那股气势，似乎带着很强的怨气。哼，那是当然，我那首诗字字泣血。原来你是带入了蝉在地下蛰伏的孤寂，感悟到了寒蝉凄切却又不甘命运的悲壮。这种共情能力，陈某佩服。什么乱七八糟的？我是带入了那盘被抢走的炸知了猴，整整一盘，刚出锅的，炸得金黄酥脆，我才吃了一点，剩下的全被抢走了。那一刻的悲愤，你懂吗？你是说，你在那种庄严肃穆的考卷上写了炸知了猴？题目只说咏蝉，又没规定是活的还是熟的。我咏它的味道，咏它牺牲小我喂饱大儒的精神，哪里偏题了？我的世界观碎了。第3场考题，天时地利人和。字名句看着浅显，但可写的范围太宽泛，难出彩。天时者，火候也。爆炒须猛火，慢炖须文火，分寸丝毫不能差。治国亦是同理，急政宜雷霆推行，缓政需润物安抚，顺应时势方得安稳。地利者，近水楼台之变，想吃鲜鱼便临江而居，想吃羊肉便赴北疆。故善治国者，必先居要津，如占得厨房门口之位，粮草先行，热菜先得。人和者，贵在均分。想喝肉汤，需众人分工协作，有人掌火，有人下料，均分肉食汤汁，方能宴席不散，长治久安。全程未曾受宁之田打扰，这一局我定然胜出。宁之田，留步。怎么，迫不及待要兑现赌约？榜单尚未公布，胜负未定。方才我望见你作答时神情投入，
全程对着卷子面露馋色，你不会又通篇写吃食了吧？没错，通篇皆是宴席道理。策论考核治国理政的真学问，面向朝堂社稷，考官要的是心怀天下的经世人才，绝非钻研厨艺的厨子。此番你立意跑偏，定然落败。从今往后，你该唤我一声师兄了。若是连大家的饭碗都端不平，这官当的还有什么意思？难道你所谓的治国是让人喝西北风？强词夺理，圣人云：圣人也得吃饭。你也别操心我的卷子了，还是多操心你的荷包吧。10只樊楼烤鸭，少1只都不行，记得要刚出炉的。好，我等着。若是你输了，这烤鸭钱我照出，我也不要你叫师兄了，我要你在国子监食堂当着所有人的面承认我的策论比你强。行。宁之田这次怕是真的悬了，策论这种大题怎么能写吃的呢？陈默这次怕是真的要翻身了。陈默这次要是真赢了天才神童，怕是能在国子监吹1年。老大，烤完了，饿不饿？我刚让书童去街口买了刚出炉的肉火烧，还热乎着呢。好吃。慢点吃，别噎着。怎么样？这把稳不稳？还行吧，题目出的挺有水平，把我都看饿了。看考题能看饿，就说明脑子一直在认真思索，那必然是答得极好，稳了。考题看饿等同于作答优秀，这是何等离谱的歪理！算了，我和2个饭桶计较什么？实在有失读书人斯文气度。经义没跑偏，师傅没跑题，策论更是超常发挥，榜首定是我。这次榜首非陈兄莫属，提前恭喜。哪里，还未放榜，言之尚早。宁之田呢？这一对活宝完全没有一点的紧张感。宁之田，我看你还是先别吃了，留着肚子待会儿去食堂当众道歉吧。来了，第1必是我何必去挤？平白失了风度。第1名，宁之田。什么玩意儿？是不是听错了？第2名，陈默。老大，赢了，我们赢了！师兄，去食堂当众承认不如我的时候，记得大声点儿。我这人耳朵不太好，特别是吃饭的时候。这怎么可能？那种满篇写吃的文章，竟然能拿第1！这国子监的阅卷官难道全都饿疯了吗？恭喜宿主夺得考道榜首，不仅赢了考试，还把考官带沟里了。奖励热量炸弹组合、黄金爆浆大鸡排、至尊榴莲千层蛋糕、多肉葡萄波波茶。陈师弟别挣扎了，听说兵部的吴郎中为了宁之田的策论，差点跟礼部的人打起来，最后还是祭酒大人拍板定的头名。祭酒钦点，连兵部的人都认可。难道这治国的道理真的藏在锅碗瓢盆里？53刻到了，正好食堂开饭。那个师妹啊，你看这人多眼杂的，要不咱们换个地方？我再加10只烤鸭。夫子教过，人无信不立，就像做菜不能少放盐，而且我都饿了。嘿嘿，走吧，师兄，早喊早超生。愿赌服输，去就去。老大，我去给你找位置。老大，请上座。开始吧。这不是这次考到的第2名陈默吗？听说他和宁之田打赌输了，有好戏看了。宁之田策论第1，我不如也。太丢人了，这辈子都没这么丢人过。老大，给。好吃，这也太好吃了。我是读书人，我要有风骨。想吃？这是榜首专属奖励。看你方才喊话还算诚恳，分你1小块。这就是策论第1的味道吗？怪不得他能赢。好吃，太好吃了！这是啥味儿？怎么这么香？这是只有第1名才能吃到的大道之味。原来烤得好，真的有肉吃啊！沾喜气喽，都有！恭喜镇国公，贺喜镇国公！闺女，我的好闺女，咱家的族谱爹要给你单开1页。爹晕。传令下去，今晚给祠堂里的列祖列宗加餐，上供10个大猪头，要卤好的，最肥的那种。10个？诺，10个，少1个都是对祖宗的不敬。爹，我想先回房换个衣服。去吧。小姐，您这是？别进来，我要练功。啊？练功？练什么功？我去，什么味儿？公桶炸了！来人，快请大夫！小姐在屋里，不是，小姐不好了！这味儿，难道是中毒了？快去通知老爷！闺女，你怎么了？春桃说屋里味儿不对，是不是有人投毒？爹要踹门进来了啊！我的腰没味啊！爹这狗鼻子不会闻出来了吧？没事就好，闺女，明天开始你就要进入6堂了。榴莲千层蛋糕好有饱腹感，困了。出入者分在广业堂。
广叶糖、广式夜宵、重制糖、葱油拌面或者是葱爆羊肉。学问精进后升入正义堂。蒸鱼、清蒸石斑、粉蒸肉还是豆豉蒸排骨？诚心堂。诚心。最后也是最高的级别，便是修道堂。修桃饭后甜点，白白胖胖的寿桃包子。率性堂。这个最好理解。率性而为，想吃什么拿什么，妥妥自助餐啊！原来这就是国子监的晋升体系，从广式早茶吃到葱油面，再来顿蒸菜大餐，然后甜点溜凤，最后进阶到自助餐畅吃。闺女，这就困了，也不知这丫头听进去多少。把桌子放在第一排的位置。诸位，我来给大家介绍一位新同窗，这位是新进入率性堂的监生宁之田。祭酒大人，这莫非是哪家走失的小姑娘？没有走丢，我是来念书上学的。小师妹，吃糖吗？我这里有新鲜蜜饯，你尝尝。要不要师兄帮你磨磨？写字怕是还不太熟练吧？多谢各位师兄。小师妹，这牛肉干硬不硬？要不要师兄帮你撕开？别听他的，吃这个桂花糕，软糯不粘牙。听不懂课没关系，但别饿着。谢谢师兄。真可爱，祭酒为了鞭策我们发奋读书，真是用心良苦啊。是啊，他一个5岁孩子往这一坐，咱好意思不努力吗？就不能是他真是来读书的？你指望他能听懂四书章纂集气？哎呀，忘记跟他们说了，宁之田是这次考到的榜首。今日我们讲授《中庸》，距离乡试所剩的时间不多了，诸位务必抓紧用功。此前有人问我，何为至中和？宋文，你来作答。回禀夫子，喜怒哀乐之未发，谓之中；发而皆终结，谓之和。学生以为，君子修身应当克制本心，恪守礼法，情绪不可轻易外露，行事谨遵法度，方能抵达天人合一的境界。坐下，还有谁有不一样的见解？哎，这帮监生读书读的脑子都僵了。宁之田，你来谈谈何为至中和？夫子，他还小。何谓中？就好比一口刚架好的铁锅，锅里只有清水，不放任何佐料，也不生火，水面平静无波澜，毫无滋味，这就叫喜怒哀乐之未发，也就是中。听着离谱，但好像也没毛病。那何为和？生火下锅调配滋味，盐多发咸，糖多发腻，必须把这些味道配比适中，这便是和。所以圣人说的至中和，就是教我们怎么调味，调好了，那就是天下太平，万物愈焉；调不好，那就是一锅黑暗料理，狗都不吃。比喻虽市井粗浅，内里道理契合，还算有些悟性。这个奶娃娃不是祭酒塞进来当吉祥物吗？他吉祥物，这分明是个人形凶兽。鱼，我所欲也；熊掌，亦我所欲也。二者不可得兼，舍鱼而取熊掌者也。夫子，这话并不正确。哪里不妥？无法兼得，只是锅太小，厨艺不足罢了。鱼肉做成鱼丸，熊掌红烧，一同盛入盘中，取名鱼跃龙门掌乾坤，两样自然全都能享用。只有小孩子才被迫做选择，本事够大，想要的一切都可以收下。好像是这么理儿，强者不做选择，强者通吃，这难道才是孟夫子的隐藏深意？今日辩论课主题：兼听则明，偏信则暗。学生认为，监听只需听取君子圣贤的教诲，市井粗俗话语皆是糟粕，只会玷污德行，应当远远避开。监听只需听取君子圣贤的教诲，市井粗俗话语皆是糟粕，聆听只会玷污德行，应当远远避开。倘若好坏言论一概接纳，朝堂最终会沦为杂乱菜场。宁之田，你有何看法？我觉得周师兄这就叫挑食。荒谬！你之前把治国立政比作吃饭也就罢了，如今竟把圣人之言比作挑食。师兄觉得朝堂不是菜场，可我觉得朝堂就是个大饭馆。你说只听君子之言，那就好比只吃白米饭。如若你天天只吃白米饭，不吃肉，不吃菜，甚至连咸菜都不来一口，你会怎么样？会乏味。错，会营养不良，还会出宫不顺。有辱斯文，有辱斯文。什么叫监听？甜的要吃，咸的要尝，酸的要品，苦的要试。君子的话像青菜豆腐，清淡养生；小人的话像大肥肉，油腻但有时候能救命。就连那些奸臣的话，那也是臭豆腐，虽然闻着臭，但你也得尝一口，才知道它到底坏在哪儿，下次才能防得住。你连尝都不敢尝，把耳朵堵起来，只听好听的，这不就成了被哄得团团转的地主家的傻儿子了吗？这就叫偏信则暗。精彩，周子昂，你输了。散学啦，我先走喽。这哪里是5岁小孩，分明就是披着铜皮的老妖怪吧？下课不积极，脑子有问题。臭豆腐肉，大肥肉，臭豆腐。老大，你可算来了。老大，今天讲什么？昨天那个红烧肉治国论夫子考了，我答得特好，夫子都夸我有灵气。今天咱们讲大学里的格物致知。这个我知道，就是研究东西。夫
肤浅。所谓格物，就是为了弄清楚这只鸡到底怎么做才最好吃，把鸡肉机理、骨子特点全部研究透彻，这就是治知。治国也是同理，不摸清百姓所需，民生短板，就像不去研究鸡肉老不老，最后做出来的政策肯定没人吃。懂了，懂了，懂了。老大，那这只鸡咱们什么时候革一下？好好读书，等你能考过陆科再说。明日卯时，全员前往京郊官田，体验农业耕种。又要种地？前几日刚下雨，田里全是泥坑啊！我有洁癖啊，夫子，能不能不去？我出银子雇人替我去，行不行？夫子，学生有言。宁之田，你有何事？这官田里的东西，若是我们动手收了，能带走吗？自然可以。劳作所得是你们辛勤耕耘的成果，皆可自行带回。懂了，这就是原产地直采。铲子、小桶、姜醋包、麻绳。老大，咱们带锅带调料干嘛？那地里除了稻子就是泥巴，我也没听说稻子能蘸醋吃啊。稻田是风水宝地，不止长稻子，还长肉。肉？哪有肉？田里也没有猪啊。到题头你就知道了。今日任务，每人割满1筐稻谷，完不成者不准返程。宁之田年仅5岁，尚且不怕脏累，知行合一，一马当先。你们这群7尺男儿，竟不如一个稚童！稻穗在上面，你摸泥地做什么？别吵，要跑了！抓到了，野生蛋白质，这是稻田蟹，是稻田害虫长大，整日运动，金秋时节满黄肥美，是绝佳美味。这片田全是宝藏，好多只呢，你们不下来试试？宁之田，咱们是来割稻子的。夫子，这您就不懂了。稻田蟹会在田埂上打洞，导致水田漏水，这是害农。我抓蟹是在保护庄稼，这也是农事的一部分。哇，这手得有3两重，清蒸最是鲜美。螃蟹在樊楼可是2两银子一只的金贵无限。师妹，快教我怎么抓背夹手！我也来，我早就想体验一下农耕之乐了。别抢那块地，我看上了。赵胖胖，别踩我的蟹洞。这画风是不是哪里不对？别跑，这只大，师兄威武，个个肥美，肢体健全。行了行了，差不多了。师妹，啥时候吃这玩意儿？吃之前得先把作业交了。这些稻杆就是最好的燃料，带着稻香块熏出来的螃蟹才正宗。为了螃蟹，冲啊！不就是割稻子吗？我能割2亩。肚脐朝上，蟹黄才不会流失，这叫肥水不流外人田。师妹，熟了吗？太香了，我先吃一个。圣人云：格物致知。你们抓蟹割稻只是格物的过程，尚未验证道理通透与否。为师身为授课博士，有责任替你们检验一番。若是没熟或者有毒，为师也能替你们挡上一灾。抢学生吃的还能说得这么大义凛然？夫子，毒性试出来了吗？此物极鲜，是格物之佳作。你们今日农事课全员过关。过关了，那就开吃。罢了，圣人也没说过格物不能吃螃蟹。哎呦，司农大人，您这是？劳烦通报一声，司农寺前来向宁小姐请教农桑之道。你们平日里种地是不是只管浇水施肥、捉虫除草？历来皆是如此，难道还有别的？人吃饭还要听个曲儿，还要讲究个心情愉悦。万物皆有灵，为何作物就不行？小姐的意思是，农作物也需哄？正是，这就是所谓的精神施肥法。每日清晨，阳气初生之时，得对着农作物读书。读什么？读诗、读书，读那些意境优美的词句。读书育田，这是何道理？说白了，就是给农作物做胎教。我欲让农作物饱满甘甜，便就给它唱小曲儿，声音要轻柔，要充满感情。妙，绝妙至极，本官悟了。先秦杂技有载，公灵仪对牛弹琴，音律相合，老牛尚且静听汉手增益繁育。我这胡扯的脚趾头都想抠地了，你悟了？牲畜尚且通晓音律，感怀人心，何况吸纳天地灵气，扎根沃土的农作物？万物有灵，果真不假。好家伙，这月炉理解功底，不去考状元真是屈才了。听君一席话，胜读10年农书。本官即刻回衙拟定章程，自明日起，司农氏全体官员轮流值守官田，务必让每一株农作物都沐浴在圣贤的教诲之中。那个李大人，其实也不用全员。要的，必须要的。既然是教化，那就得拿出诚意。若是随便找个目不识丁的老农去哼哼，反而扰了作物灵性。必须是科举出身的官员，带着浩然正气去读，这作物才能长得正。走，回去挑书。这大宁的农桑技艺好像被我带歪到了一个奇怪的方向。幼幼鹿鸣，食野之苹；蒹葭苍苍，白露为霜。
陛下，司农寺一众大人日日蹲田诵读，抚琴育田。李大人禀报，如今田间作物长势远超往年，一片生机盎然。好一个诗书育农！此法看似荒诞无理，实则大有深意。司农寺众人信以为真，便会事事尽心，日日细致加倍照料田间作物，这足以让作物长势大胜往年。是这个理儿，陛下英明。这国子监后山倒是清幽。对了，听说宁家那个丫头最近很是安分，没再折腾什么幺蛾子。回陛下，宁小姐近日潜心苦读，格外安分。那是宁之田。检测到宿主精神萎靡，触发紧急任务，请来一下。任务要求一炷香内背诵10首寒凉、冰、雪、霜等含义意境的古诗。任务奖励系统特供冰镇极品五子麒麟瓜1个，甜度爆表，自带阳气。冰镇的，为了西瓜拼了！又正是宁小姐，如今越发水灵乖巧了。嘘，别好像在背床前明月光，疑是地上霜。霜是冷的，过。好家伙，这气势！青若丽，绿蓑衣，斜风细雨不须归。饮淋在身上是凉的，过。洛阳亲友如相问，一片冰心在玉壶。冰心有冰，过。酷暑盛夏，旁人皆贪凉避暑，唯独他在烈日下苦读，句句都是清冷高洁之境，难得的定力。陛下所言极是，一般孩子这时早闹着吃冰碗了。孤舟蓑笠翁，独钓寒江雪。有雪，过。月落乌啼霜满天，江枫渔火对愁眠。又有霜，过。北风卷地百草折，胡天8月即飞雪。身处滚滚酷暑，心系冰雪北疆，小小年纪便有身在红尘心在云端的超脱雄心。宁远那武夫能生出这般灵气通透的闺女，真是祖坟冒青烟了。带冰的，带凉的，还有啥？快想，来不及了！天街小雨润如酥，草色遥看近却无。最是一年春好处，决胜烟柳满皇都。宿主，这个不对吧？这诗虽是早春时节，但春寒料峭，尚且要穿夹袄，绝对算凉，必须通过。这好吧，判定通过，逻辑勉强自洽，奖励已发放至系统空间。好，看见了吗？这么小的年纪能这般自律，用这种充满含义的诗句来磨练自己的心性，这就是所谓的苦其心志，劳其筋骨。陛下圣明，宁小姐确实是难得的良才美玉。走上前瞧瞧，朕要去考考她，这么多冰雪文章究竟悟出几分真谛？陛下，怎么不欢迎朕？欢迎，热烈欢迎！我的冰镇西瓜啊，看来只能等这尊大佛走了再享用。方才朕在外看了你许久，你可悟出了什么道理？能说什么？说为了骗系统的西瓜。回陛下，臣女悟出的是心理降温法。既然身体无法逃避酷暑，那就让心去北方看雪。正如这治国，若遇灾荒困境，眼下无粮，那便要给百姓画一张大饼。不对，是给百姓一个希望。只要信念够强，火炉也能变冰窖。好，小小年纪便懂得在困境中寻找出路，不怨天尤人，反而修身养性。宁远那个大老粗到底是怎么教你的？全靠自学，还有就是吃得好。你这丫头3句不离吃。今日考教就到这儿，你也别在这儿晒着了，仔细中暑。朕期待你接下来的考试。哎呀，秋闱乡试不同于往日小考，需在贡院狭小号舍连考3场，共计9天，吃喝拉撒皆在其中。往年多少壮汉考生都被抬着出来，我闺女才那么小，怎么受得了？练，必须刻苦特训，从明日起即刻开练。闺女，醒醒！肉包，香香的肉包，想吃就追上来。今日跑完演武场10圈，这包子就归你。这哪是亲爹，这分明是拿我当小狗遛。爹，我是要考状元的人，咱不能换个文雅点的特训方式吗？少废话，考状元更得有好身体，不然卷子没写完人先晕了，我看你上哪儿哭去。为了肉包，冲啊！不行了，爹，我跑不动了，包子我不吃了。起来，这才哪到哪儿？到了考场，那好射比这难受100倍。检测到宿主体能极度匮乏，触发主线关联任务备战秋闱。阶段任务1，超越极限。任务要求坚持跑完演武场15圈。任务奖励超时空功能饮料至尊加强版蜜桃味，急速恢复体力，提神解乏，缓解酸痛，冰爽气泡口感。扶起来！闺女，实在不行咱就歇歇，别硬撑。真正的吃货，敢于直面淋漓的汗水。爹，跑快点！这点速度你是看不起谁呢？啊，这么突然？极限任务完成，奖励已存入系统空间。乖乖，累坏了吧？不练了，往后再也不练了。爹去给你拿帕子擦擦。活过来了！再跑1圈1杯果茶，5公里兑换炸鸡，冲！哎，
位借过，速速让道，莫挤着我家状元郎。这谁家大人？怎么带个孩子来贡院？估计是书童走丢了。书童也没这么小的吧？还在喝奶吧？让，老大妈等等我！我给你带了刚出锅的转运蛋，我娘说吃了它考场顺遂，霉运滚光，趁热吃。谢了，味道不错，彩头极好。好生应试，莫要丢了我们启蒙堂的脸面。知晓。时辰已到，考生搜检入场。大人，他这么小通人，进了这贡院也只是个考生。唉，搜，仔细搜，任何夹带都不能放过。这怎么下手？怎么回事？愣着干什么？大人，他的东西排布过于紧实，怕弄乱了装不回去。哼，装不回去那是他的问题。这是什么？看着像是短棍兵器，若是带了凶器进考场，直接取消资格。大人，这只是衣物而已。胡说！衣物怎会如此应试？分明是暗藏夹带，意图舞弊。那我展示给大人看吧。这手艺好啊！要是行军打仗能这么打包行李，那得省多少地方？号房阴冷难熬，备一件厚袍御寒，合乎考场规矩，并无不妥。没抓到把柄，反而被这丫头秀了一脸，我就不信了。牛肉干、猪肉脯、炒米糖、拌饭酱，你是来寒窗应试，还是来考场野炊？圣人都说食色性也，只有吃饱了才能写出好文章。强词夺理，此物棱角分明，肯定是夹带。拿出来！此物厚重，坚硬异常，绝非寻常墨块。老实交代，是不是中空夹带经文，用作舞弊？大人，这只是干粮。你管这叫干粮？这一块砸下去，狗都能砸晕。这是凶器还差不多。此乃压缩饼干，以牛肉、面粉、酥油炒制，重压塑形而成，一块便可饱腹一日，是考场绝佳干粮。一派狡辩！本官阅尽各类舞弊手段，岂会被你糊弄？取铁锤来，当众砸开查验。大人且慢，此物压实成型，砸碎即成粉末，受潮作废，纯属浪费粮食。您若不信，大可亲口一试。若有纸屑夹带，再治我罪不迟。闻着是有淡淡的肉味和焦香，要是当场砸开，里面真是吃的，那就成我无理取闹了。到时候宁远那蛮子肯定要闹到御前，不如试一口。啊！我的牙，疼！这还真是吃的。大人，忘了提醒您，这东西得含着吃，或者用热水泡开了吃，直接咬容易崩牙。过。谢大人放行。闽字9号9。找到了，运气不错，位置居中，头顶瓦片完整，看起来不漏雨。最关键是远离茅厕，这是我接下来3日2夜的备考居所，半点不能马虎。乡试正式开考，首场4属文、5经文试题开考。脑力劳作最耗元气，空腹如何落笔成文？先饱腹再答题。何人如此离谱？考场之内竟敢炖肉，这哪里是应试，分明是开食铺。他那牛肉汤到底放了多少香油？触发主线任务，乡试首场。任务要求完整完成首场所有应试题目。任务奖励极品至尊佛跳墙1口。你打发叫花子呢？3天2夜的折磨，整整7篇八股文，就奖励1口。往日背小诗都给大肉包，现在这么高难度的任务就给这么点，你是不是出毛病了？此佛跳墙以灵泉水熬制，18种珍稀食材，文火慢炖49时辰，1口便是极致真味，终生难忘。切，算你厉害，1口就1口。荒唐，简直荒谬至极！哪里荒谬了？此卷看似戏谑通俗，实则暗合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的至理，逻辑严密，无半分破绽。科举考圣贤大道，绝非市井菜谱，此等离经叛道之文，绝不录用。老夫今日就算丢掉乌纱，也要将其触落。你触落一个试试。圣旨到。陛下听闻阅卷房里出了份奇特答卷，特意让杂家来看看。高总管您瞧瞧，就是这份。此卷满是油烟味儿，怎能污了陛下的龙颜？几位大人稍歇，杂家这就去向陛下复命。陛下，这就是那份让几位大人吵翻天的答卷。这丫头竟将朕的朝堂天下比作一间饭馆。今年司农司下发的劝农文书，你可看过？回陛下，通篇皆是古籍老话，华丽辞藻，晦涩难懂。哼，那底下那些大字不识几个的老百姓能看懂？他们还不得跟听天书一样？宁之田写的很不一样，直白通透，利弊分明，多劳多得，博庶安民，这才是治国该说的人话。天下大政本就该清清楚楚，整天搞那些没用的骗人表面功夫有什么用？朕要的是能让老百姓吃饱饭的官，不是只会念经的和尚。陛下圣明，此卷话糙理不糙，将天下万民皆视作吃饭贵客，格局独到。传旨，若无更优答卷，此卷便定为金科乡试解元。